男人花光家产开饭店，哪料生意惨淡，赔光所有。一天给客人烧菜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男人不小心把刀切在自己手上，鲜血直流。下一刻，发现自己立于一条山间马路上。这是哪里？为什么我突然出现在了这里？难道自己穿越了？突然的狼叫声，吓得他向前走了10里地的路，来到了一座拱桥边。突然看见有个妹子立于拱桥之上，正当向他打听这里是什么地方的时候，少女突然一头跳入了水中。救命！救命！自杀！又喊救命！好在男人会点水性，一跃而起，直接跳入水中。我说妹子，看你年纪不大了，干嘛想不开？我和他订婚了，但是对方却退了婚，马上娶了别人。我一时想不开，要让他后悔一辈子，所以……那你跳下去后，为什么又要喊救命？我害怕了，后悔了。我以为自己不怕死，可是当我跳入水中，又觉得自己太渺小，太无助，没有死的勇气，觉得自己死了又能改变什么呢？你知道要报复一个人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吗？什么？当然是过得比他们更好，活得比他们久，而不是把自己气死。死了，你虽然解脱了，但你甘心吗？人家还过得好好的，你以为人家会为你内疚一辈子？我不知道，所以我后悔了。那说明你还有救。他点点头，重新打量起眼前的青年来。他的穿着和自己的完全不同，全身上下一颗补丁都没有。张翰水也在打量着他，一身洗得发白的上衣，裤子上到处打着补丁，有些地方还有破洞，脚上是草鞋。对了，这里是哪里？林家沟，你不知道吗？林家沟又是在哪里？长白山，知道吧？这里是长白山，哪一年？1960，农历5月初9。60年代，太不可思议了。长白山，怪不得这里到处是山，原来是在长白山脚下。你是不是失忆了？失啥忆？自己记性好着呢。没事，你快回家，我想静静。静静是谁？静静不会是他的朋友吧？又或者未婚妻？而且还是静静把他甩掉了？难道他和自己一样，也是想不开？大哥，千万别想不开啊！少女在看向青年时，有种同病相怜的感觉，犹豫了一下，才一步3回头的走开。冷静下来后，她开始回想自己为什么会来到这，看了看手上的戒指，正是自己切菜时一不小心割破手指。戒指沾血后灵光一闪，就出现在了这里。那是不是他还能灵光一闪带自己回去？戒指，带我回去吧，戒指。下一刻，张翰水发现自己真回到了小饭店的厨房里面。这个发现让他震惊的半天说不出话来。张翰水侧头看了食堂一眼，见客人还坐在那里等着，又看看时间，才过去数秒，才发现自己穿越到1960，那边过去数个小时，这边才过去数秒，也就是说两边的时间不一样。无论是在这边还是在60年待上一天，那边也才过去1分钟。这太好了！张翰水突然想到客人点的糖醋鲤鱼，店里没有备好，想到这里，马上取了钓鱼工具，对着戒指默念道：戒指，带我去那边吧。下一刻，张翰水果然又出现在了60年那个拱桥边，扫了一眼，四周无人，就在河边找了块地方，开始钓鱼。张翰水人在钓鱼时，看了下后面的长白山，这里除了动物、植物多，还有各种草药，特别是长白参，属于高产地区，而且这个年代，山上是不经猎的，靠着打猎就能挣个钵满盆满。男人穿越后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只需意念一动，2个空间可以来去自由。60年代待上几个小时，现代才过去几秒。客人点的糖醋鲤鱼，店里没有食材，穿越到60年代去钓鱼。喂，你在干什么？你走路没声音吗？知不知道人吓人会吓死人的？我是怕你想不开。不是，你不会又想不开，回头再跳一次吧。没有，我只是回头看看你还在不在。你是在钓鱼吗？他点点头，不想多语。这种鱼竿好特别，我以前没见过。村里有人钓鱼，都是用山上的小竹子做的鱼竿。60年代农村钓鱼，就连鱼钩、鱼线也是自己做的。你是城里人吗？这鱼竿也是你从城里买的吧？少女一问就没完没了，打破砂锅问到底。张翰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因为根本解释不了自己和鱼竿的来历，沉默是最好的方法。那个静静是谁？见他不回答，少女没再多问，而是默默地坐在一边。张翰水非常淡定，杆子一扬，就有一条大鲤鱼拉出了水面。少女一惊，没想到他这么快就钓到一条鱼了。差不多1个小时，他就钓了3条鲤鱼，1条鲫鱼，1条鲶鱼。突然，少女捂着前胸贴后背的肚皮乱叫起来。60年代缺衣少食，一天2顿饭还吃不饱，难怪还没到饭点，她的肚皮就叫上了。想吃鱼吗？张翰水今天心情好，打算发慈悲，让她饱餐一顿。少女点点头，只不过在她的印象中，没油的鱼似乎不太好吃。帮我捡柴火过来。好的。张翰水把鱼处理了一下，怕不够吃，所以把那条5斤的大鲶鱼烤了，避开它，回去取了烤鱼用的调料和工具。这条鱼腌了半个小时，把鱼往简易的烤架一放，用火机点燃少女捡来的干柴，开始了烤鱼。烤鱼的香味越来越浓，在空气中弥漫开来。
一会儿的功夫，张汉水又烤了一条鲤鱼和一条鲫鱼。等到3条鱼都烤好，他收起了烤鲫鱼和烤鲤鱼。那条5斤大的烤鲶鱼，张汉水拿起来转交到了他的手中。它是你的了。这太多了，一起吃吧。张汉水摆摆手，转身就离开了。大哥，我叫林娜。少女在他背后喊道，但他并没有回头，又看了看手中5斤大的烤鱼，张口咬了一口下去，一口下去，双眼就亮了起来。已经17岁的自己，从未吃过这般好吃的烤鱼。他只是吃了2口，将鱼包起来，就往家里赶去。直到他来到家门口，走进屋里面，就有3个女孩子向他迎了上来。这是林娜的3个妹妹，二妹13岁，三妹11岁，小妹只有4岁。大姐，你刚才去哪里呢？大姐，你身上有什么味儿？三姐，很香的味道。大姐，你身上是不是藏着什么好吃的？林娜回头望了门外一眼，见没人，这才放心下来。这年头，有好吃的都不敢炫耀，都要藏起来，偷偷摸摸的吃。揭开叶子，一条烤得金黄色、香喷喷的烤鱼就展示在3姐妹面前。咦，大姐，这鱼怎么是金黄色的？才4岁的她也没吃过烤鱼，为什么这么香？大姐，它是熟的吗？二妹用手摸了摸，又用舌头舔了舔，味道太好了，光是舔上面的油脂就非常够味。二妹、三妹、小妹，我告诉你们它的来历，你们千万别声张出去。大姐，你说，我们保证守口如瓶。三妹第一个跳出来，举手保证道：还有我也是。我也不会说，大姐你是知道的。姐今天遇到一个人，他很特别，而且很会钓鱼。于是林娜把这条鱼的来历告诉了3个妹妹。当然，她为爱寻短见跳河的事情没敢和她们说，怕把她们吓到。3姐妹听了大姐对那个男子的描述，是既好奇又感兴趣，都快揭不开锅的家。桌上竟摆着一条金黄喷香的烤鱼，男人拖着又饥又渴的身子回家，满心疑惑：这条鱼哪来的？是天降好运，还是暗藏危机？大妹，说吧，这条烤鱼哪来的？林娜没法子，只能再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讲了一遍。大妹，以后别靠近河边，下不为例。还有，以后陌生人的东西不能要，知道吗？林娜点点头，心里明白，大哥是担心自己。林萍萍把烤鱼一分为4，分别放入4个妹妹的碗中，但4个妹妹马上一人分了一半，分别放入她的碗中。大哥不吃，我们也不吃。二妹、三妹、小妹同时点点头。林萍萍心里非常开心，只得勉为其难，张开口先品尝了一下，瞬间让她眼前一亮。大哥，烤鱼好吃吗？好吃，太好吃了。小妹，我跟你们说，从小到大我就没吃过烤得这么好吃的鱼。二妹、三妹、小妹，你们别看我，因为我已经品尝过了，你们快自己试试吧。一条鱼，5兄妹很快就将其吃完，还意犹未尽。大妹，那个人什么时候带哥去见见？一是感谢他对你的救命之恩，二是我想问问他，这鱼是如何烤得这么好吃的。哥，我是在村口拱桥边碰到他的，但是他走了，什么也没告诉我，不知道会不会再回来的。他不是很会钓鱼吗？有一就有二，我想他会来的，就是不确定他什么时候来。是的，所以要多注意，说不定他明天还会来的。明天我没事，和你去蹲守1天看看，正好我也钓鱼试试，说不定会有收获。王美女，请慢用。张汉水把做好的饭菜端上桌，自己取出烤好的那条鲫鱼，吃了一口，味道果然不一般。张老板，你刚才不是说没有鲤鱼，只有鲫鱼？可这碗中的明明是糖醋鲤鱼，没错吧？刚才是没有，这不是突然能穿越1960，它就有了，但这个不能说的。哦，我忘记了，对不起啊。没事，有总比没有好。拿起筷子，就迫不及待地夹了一块鱼肉放入口中，鱼肉爽滑细腻，非常有嚼劲感。张老板，今天你这糖醋鲤鱼和往常大不一样啊。今天这个来自60几年前大山脚下河里的纯野生鲤鱼，能一样吗？怎样，王美女？今天我做的符不符合你的口味？不仅好吃，而且是非常好吃。王美女，你是对的，这条鲤鱼还真不一般，它不是市场上买的，而是来自乡下河里的野生鲤鱼，水质好，所以肉质好，也更鲜美。再经过我的高超厨艺加工，完美。他得意地笑了笑，马上大快朵颐起来。作为一个厨子加饭店老板，看到自己的顾客吃得开心，自然也开心。100元到账。糖醋鲤鱼39元，清炒空心菜12元，凉茶5元，一共56块钱。王美女，一共56块钱，你多付了44块钱，我转回给你。没搞错，我知道是56块钱，但你今天这糖醋鲤鱼是野生的，又做得非常好吃，1分钱1分货，我给你转100没问题。好的，王美女，那我就不客气，不过下不为例。你这人，人家还怕收少了，你倒好，多给你还不要。你等一下，这条烤鲤鱼刚刚烤好，也是野生的鲤鱼，带回去尝尝鲜。
王璀璨心里很开心，也没矫情，拿着袋子走。他下意识摸了摸手上的戒指，眨眼间竟置身于一个神秘密封空间。这空间足足有999个正规的足球场地大小，可里面空空如也，难道是存储空间？突然，他目光被空间中漂浮的物体吸引，那是什么？张翰水赶紧上前查看，发现是本厚厚的衣襟。刚打算翻开，衣襟突然金光一闪，撞向了他的额头。无数医药知识和治病救人的法子随即涌入脑海。他一个意念出现在饭店。张翰水抓住凳子尝试，成功仅凭意念进入空间，不需本人进入。正寻思时，肤白貌美的妻子赵秀丽走了进来。张翰水和赵秀丽本是大学同学，他曾是南方深山农村考入京大的学霸，赵秀丽也是校花，家庭条件优越。二人恋爱后，大学刚毕业，赵秀丽就怀孕了。尽管父母反对，但为了脸面，最终答应两人的婚事。张翰水入赘了赵家，因岳父岳母安排工作，为证明自己而辞职开饭店，却遭岳父岳母反对，被扫地出门。起初妻子赵秀丽挺支持他创业，可半年后越发冷淡。别多想，我是为了彤彤而来的。彤彤是他与赵秀丽生的女儿，今年4岁。秀丽，彤彤怎么了？你放心，彤彤并没事，只是她想爸爸了。3天之后正好周末，她不用去幼儿园，你回家看看她吧。没问题，3天后我休业1天，回家去看彤彤和爸爸妈妈。希望你不要迟到。赵秀丽说完这句话就转身而去。过几天回家，是不是要带些礼物回去？至于高端礼物，买不起，但是吧，山珍海味不是问题。说着，张翰水就发动手指上的金戒指。下一刻，张翰水出现在了林家沟的小河边。不许动！一回头，只见一个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自己。民兵。民兵商量过后，准备带他回村。一进村，张翰水马上引起了村里人的注意。他是谁？这么干净，应该是从大城市里来的人吧？农村人保养的不可能这么好，而且肤色白里透红，一看就是不愁吃穿的那种。张翰水也在打量着这些人，一个个营养不良，瘦得跟麻杆似的。队长，林胖子就是林家沟的会计。胖子出什么事了？林家兄妹的目光也都转向了林胖子。队长，是这样的。林大山听了，马上与他而去。哥，难道是他？谁？鱼，烤鱼，肯定是他又在河边钓鱼，被民兵看到，把他当怀疑对象抓了起来。走大妹，也许我们能帮帮他。好歹他也是自己的救命恩人，不可能不去给他解围的。年轻人，你从哪里来？老实回答。我从哪里来？从后世来，60几年以后，但不能说呀。我从哪里来？我是谁？我为什么会在这里？张翰水只能憋住笑，摆出一副失意的样子。爹，我认识他。你认识他？爹，我刚才在河边挖野菜，一不小心滑入水中，差点淹死，是他突然出现，把我给救了。大妹，他的脑子好像有些不好使，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爹，他可能是失忆了，不然他长得白白净净，穿得又好，肯定是城里人，不会跑到咱这山沟沟里面来。林大山点点头。他既然是大妹的救命恩人，那就是我林大山的恩人，人家都失忆了，我不能不管，先让他去。这个戒指给男人带来的3种好处：一、经传承、穿越、存储空间，具有永久保鲜功能。张翰水被林大山安排到一处土房子里。娘，你咋了娘？应该是邻居家的母亲出了什么事，不会出人命吧？张翰水只得走向隔壁的小院。大哥哥，快救救我娘！哥哥，我娘不行了，你快救救她，救救她好吗？我们不能没有娘，不能没有娘。张翰水马上用从医经里面学到的望诊术观察了妇人的病情，马上确诊是贫血无疑。你俩不用担心，你娘只是贫血才晕倒的。张翰水走过去，探了探她的鼻息、心跳，又把了把她的手腕上的脉搏，问题不大。丫头，你家有红糖吗？没有红糖，白糖也行。没有，我家没糖，村里人也没糖。大哥哥，是不是没有糖，我娘就醒不来了？村里不是有供销社的代销点，里面有糖卖吗？大丫头马上摇摇头，没有，乡里的供销社才有糖，村里的代销点只有一些普通的物品，而且煤票也买不到。事到如今，只能回去一趟了。你俩别动它，我去就来。张翰水回到自己的小饭店，取了一小瓶的白糖，快速来到大丫头面前。这是白糖，你烧点开水煮一下，再喂给你娘喝。好。下一刻，大丫头捧着一碗糖水出来，一口一口地喂给了他们的母亲喝。张翰水看了一会儿，见妇人清醒了过来，这才转身而去。院门被人敲响，你娘好了吗？全好了，大哥，谢谢你的糖。然后递给他一个篮子。张翰水一看，正是自己给他的那一瓶糖，还有野菜。大哥还你，还有我们上山采的野菜，拿过来给你一些。张翰水接过篮子，却是把糖瓶又塞到大丫头的手中。你送我野菜，我送你们一瓶糖，扯平啊，快拿着。可是大哥，野菜不值钱的，糖太贵重了，我娘已经好了，就不能再要了。放在后世，这野菜可值钱了，只能说在60年代，没有什么的佐料加工，没肉吃。这野菜只是村民们勉强采来果腹的野生植物，但我非常喜欢吃野菜，它就值钱。
而且你娘虽然现在缓解了，但明天、后天呢，总不可能等晕倒了你又去找糖，所以留着备用。而且每天让你娘冲泡一杯喝，这样你娘有了营养，才不会再晕倒。大丫头听了他的话，这才接了过去。这些野菜可是山珍，拿到那边的饭店去，顾客一定会喜欢。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哦，我叫张汗水。张大锅，我叫大枣。那个小一点的是我二妹妹，叫小枣。我妈妈叫李二美。张汗水点点头。那你爸、你爹呢？我爹在3年前上山采参的时候被白眉妇咬到，不治身亡。白眉妇，原来是白眉蝮蛇，毒性很厉害。这个年代医疗不太发达，一旦被咬，轻则瘫痪，重则性命不保。队长让你住在这的吗？你真的失忆了吗？当然，没失忆我也不会在这里。大枣又点点头，这才转身回家去。张汗水看了看桌子上的篮子，伸手扒了扒，这是什么？猪嘴蘑。他开饭店，没少看美食节目，所以对菌类还是了解的比较全面的。焦陀螺之所以又叫猪嘴蘑，有点像猪嘴，它带毒，吃了嘴会肿胀起来，草木灰泡一泡就会没事，凉拌、炒着吃都很美味。张汗水把野菜和焦陀螺一起收入空间内，空间里面的时间是静止的。这些新鲜的野菜、菌类只要放入其中，永远不会变质，保鲜绝对第一。而且冬天出售新鲜的焦陀螺的话，价格不用说的，卖200块钱1斤，估计不是问题。张汗水再也忍不住，开怀大。男人打开门，惊讶地发现自家门口居然躺了4个衣衫褴褛的流浪汉。正当他上前询问时，其中一个看上去只有15、16岁的少女开口说道：“这位大姑行行好，请不要赶我们走，我们家乡闹饥荒，是逃荒到这里的。你们的父母呢？没和你们一起出来吗？”俺娘早年就病死了，俺爹为了给我们省口吃的，也在半路饿死了。那你们又是怎么到这里的？俺们偷搭火车才到了这里。大锅，能不能给俺们一口热水喝？那你们先进来。谢谢大锅。张汗水走进厨房，没锅也没水，没办法，只得穿越回去那边的饭店，用开水壶直接煮了1壶过来。张汗水分别给他们倒上水。谢谢大锅。谢谢锅锅。张汗水点点头。大姐，开水好甜，好好喝。姐，太好喝了。少女也品尝了一口开水，一下子眼泪不争气的往下流，心都快要被融化了。也算是4人运气好，如果换一家，这糖水肯定是没有的。张汗水又给4姐弟加了1碗。大锅，你的家人呢？我一个人住。大锅，你叫什么名字？张汗水。水哥哥，俺叫长孙凤儿，大锅就叫我凤丫吧。这是我大弟长孙大郎，小名大郎；二弟长孙二郎，小名二郎；小妹长孙秋，小名秋丫。张汗水点点头。好名字，凤丫。你们以后有什么打算？不知道，听俺们爹说，他这边有个远房表哥，但是我们找到那个地方后，却没找到他。家里一点食材都没有。张汗水想到昨天大早送来的猪嘴蘑，便到隔壁家门口询问。小张，昨天晚上谢谢你帮我治病，还送了1瓶糖给我，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大姐不必客气，我来主要是问问你们，那猪嘴蘑是哪里采的？那行，我让小枣今天再去采一些来。大姐，要不这样，我和小枣一起去，也认认路如何？小张，你失忆了，又不熟悉山里的地势，而且山里头不但有伤人的野猪，还有豺狼虎豹黑瞎子，他们不但会伤人，还会吃人。大姐，只要跟紧小枣就会没事，我失忆了，一时半会好不了，不得不自力更生，怎么生存下去？大姐也不想看着我被活活饿死了。那小张，你一定不能离开小枣半步。小枣，你一定要照看你水哥哥，要是他有个闪失，看娘怎么收拾你。小姑娘点点头。张汗水笑了笑。张汗水的肚皮也不争气的叫了起来，于是避开了姐弟几个，穿越回那边的饭店弄点早餐来吃。秋丫，你过来一下。秋丫小跑到了他的面前，仰着小脑袋瓜子望着他。这个给你大姐。水哥哥，我们出发吧。小枣背着一个篓子，手里还拿了一个，交到了他的手里。水哥哥，柴刀在里面。小枣，出发。水哥哥，你千万跟紧我，不要乱走，否则会迷路的，山上也不安全。张汗水点点头。我知道。大姐，这是水哥哥给你的。凤丫打开袋子，里面有8个包子。秋丫，你和2个哥哥一人1个，剩下的留着明天吃。姐姐出去一下，你和哥哥就在这，把门关好，等姐姐回来。好的，姐姐。秋丫从里面取出了一个递给他。姐姐，你也吃。姐姐刚才喝了糖水，还不饿，你和哥哥们吃就可以。姐姐不吃，青丫也不吃。真拿你没办法。然后抓住了妹妹的手，把包子放到嘴边咬了一口。如果爹娘在死之前能吃上一口这样的包子，那他们会有多幸福啊！凤丫说完这句话，就转身走出了院门去。大哥、二哥，吃包子。二郎吃一口。哥，这包子是猪肉馅的，太好吃了。俺们从小到大也没吃过这种用精细面粉做的，
秋丫，姐姐吃了吗？姐姐只吃了1口。大郎、二郎听了都停下了动作。大哥，姐姐是自己不吃，都省下来给俺们吃了。大郎眼泪不争气起来的往下流，二郎更是呜呜的放声大哭起来，秋丫也跟着哭了起来。大郎一把把弟妹抱在一起，姐姐为了俺们，情愿自己不吃，饿得晕倒过去。她太苦，太宠我们了，所以二郎、秋丫以后不管吃什么，俺们都要让姐姐先吃，我们再吃，知道吗？大哥，二郎知道，爹娘已经不在了，没有姐姐就没有家了，所以姐姐一定要好好的活着。大哥，秋丫以后再也不贪吃了，秋丫要姐姐，要姐姐，姐姐，大哥你也吃，你不吃，秋丫也不吃。秋丫把手中吃了一半的包子伸到大哥面前道：好，大哥也吃。大郎张口咬。男人进山采摘蘑菇时，惊讶地发现危险重重的山林里突然出现一个熟悉的身影。走近一看，居然是早上逃荒的小女孩凤丫。你不要命了吗？不知道山上很危险吗？水哥哥，俺也想上山挖点野菜，不是有意要跟着你们的。水哥哥，他怎么认识你的？小枣，事情是这样的。于是他把姐弟4人的事情说了一下。算了，既然来了，就跟着我们吧。于是3人算是搭了个伙。凤丫见到有能吃的野菜，就去采挖起来。水哥哥，我昨天就是从这里采到焦陀螺的。他一喜就和小枣找了起来。凤丫紧跟着2人，人生地不熟的又容易迷路，更怕遇到野生动物。水哥哥，我找到了。他赶紧走向小枣，果然一棵倒地的树上长满了焦陀螺。就这一棵树，起码能采个数斤的焦陀螺。小枣，你真厉害，晚上我请你吃肉。至于吃肉，只当他是开了个玩笑。可是这么多，你一个人也吃不完的。没事，我吃不完可以晒干吃，这些东西放在戒指空间里面，能永久保鲜，什么时候吃都可以。主要是卖给顾客们吃的，就算自己的饭店消耗不了这么多，也可以转手卖给别的地方。俺这也采了一些焦陀螺，水哥哥要的话我都给你。张汉水接过他的袋子看了眼，还有些野菜。要啊，有多少要多少。这时张汉水取出随身携带的袋子和一大瓶的水，拿出2个大包子递给小枣，先垫垫肚子。不能要，你自己吃吧，我不饿。你帮我采焦陀螺，我管你饭，这是理所应当的。如果你不吃，下午你就下山去，我自己一个人采。张汉水强行把包子塞到他的手中，小枣咬了一口，一脸的震惊。好吃，太好吃了。凤丫，这给你。俺不能要，早上你给的还没吃完，水哥哥你自己吃吧。你不吃，我就不要你采的焦陀螺。凤丫只得点点头吃了起来。突然，小枣把吃了一半的包子与那个没吃的包子往衣服里面塞去。小枣，你不吃了吗？我吃半个就行，剩下的留给娘和姐姐吃。把袋子里的包子全给了他。小枣，吃完它们，不吃完，你现在就下山回家去。小枣看了一眼袋子里面，这还有10个包子。太多了，水哥哥，我一个人吃不完的。最少吃3个，剩下的你带回家去给你娘和你姐吃。还有，你塞在衣服里面的那1个半也要吃完，懂得吗？张汉水假装一脸严肃地说道。知道了，水哥哥。还有你凤丫，手里的2个必须吃完，留一点，你就马上下山去。俺知道了。不好，是野猪。水哥哥，我们快下山，没有猎枪，这么大的野猪，我们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张汉水摇摇头，跑是跑不了了，至少不能一起跑，我们已经被他盯上，更何况2条腿的根本就跑不过4条腿的。水哥哥，那怎么办？小枣望了望树上，要不我们爬树吧？小枣这个办法好，水哥哥你觉得怎样？你们回去叫队长他们来，人多力量大，能把野猪吓跑。我在这里吸引他的注意力，你们才有时间跑，我在爬树也来得及。可是，别可是了，再不跑一个人都走不了。要不俺和你一起？你也下山去，这里有我一个人就行。快点，时间不等人。如果你们2个真想救我，就快点下山去通知队长多叫些人来。小枣，我们听水哥哥的，快去叫人。小枣眼泪汪汪的往下流，1步3回头，还是跑下了山去。就在此时，那头大野猪突然从灌木丛中冲向了他。张汉水撒腿就跑，就当他快被野猪追上时，他突然凭空消失不见了。大野猪一下失去了目标，东张西望。突然，张汉水出现在了他的身后，手中拿着一根电棒，对着他的大屁股上就是一电棒下去，电了大野猪一个猝不及防，全身颤抖，尖叫起来。大野猪怒不可遏，就又向他拱来。下一刻，他又消失了。突然，在他的头上出现了一道阴影，没等他反应过来，就有一张大网盖在他的身上。他越是挣扎，大网越是缠得紧。野猪乖乖躺在地上喘着粗气。张汉水看着这头300多斤的野猪发了愁，怎么弄下？男人被野猪攻击，2个丫头回去搬救兵，边哭边跑。队长，不好了，出事了！
林大山正带领着村民们在干农活，看小枣那慌慌张张的语气，就知道出了不小的事情。小枣，有事好好说，看把你急的。队长，是这样的。哎呀，这事都怪我，没和他打招呼。男的都跟我走，女的继续干活。小枣，前面带路。男村民扛上锄头，拿上铲子，跟在他的后面。凤丫也赶紧追了上去。整个林家沟100多人浩浩荡荡地向着后山方向跑去。等到地方的时候，众人直接就傻眼了。只见张汉水悠闲坐在石头上。水哥哥，你没事吧？没事，小枣，你看一根汗毛都没少。你这祖宗爱，真是吓死我了！万一你出点什么事，我以后怎么向你家里人交代？对不起，让你们担心了。没事就好，没事就好。林大山拍了拍他的肩膀。水哥，你行啊，被大野猪攻击还能全身而退，能不能教教兄弟你是怎么做到的？以后我上山见到野猪也可以躲过一劫。嘿嘿，你把这些树枝拿掉，你就有机会了。众人也一起看向了这堆树枝，不知道这个外乡人在打什么哑谜。当林萍萍把这堆树枝全揭开时，一头300多斤的野猪竟然被五花大绑的在地上一动不动。村民看看这头大野猪，都是一脸震惊。水哥，你别告诉我，这头野猪是你一个人把它绑起来的吧？大家之所以惊讶，是因为眼前这一头大野猪，别说他一个人，就是再来上10个村民，不拿猎枪，也别想把他干趴下。队长，是这样的，最后他撞到前面那棵大树上，直接撞晕了过去，我上去就把他绑起来了。众人听了，除了感叹张汉水运气好之外，也没觉得有不合理的地方。既然这样，那大家都搭把手，把野猪抬回去吧。小张，野猪是你先发现的，你打算怎么处理它？队长，村里一共多少户？一共120户人家。张汉水想了想，这头野猪300来斤，除去边角料，纯肉也就180斤的样子。队长，这样吧，120户人家，每家人1斤肉，然后剩下的归我，您看怎么样？小张，我没听错吧？这可是120斤肉呀，你可想清楚了。是的，大山叔，每户人家1斤纯肉，绝不食言。张汉水说完就向住处而去，刚进家门就看到3个小不点在院子里眼巴巴地望着他。水哥哥，这是我今天采的焦陀螺，你全要吗？有多少要多少。张汉水直接取出了一把秤，称了一下重量。小枣，一共9斤8两，就算10斤好了。小枣没有多想，水哥哥，这是我的。好。张汉水接过袋子，挂在秤上面称了称，7斤。凤丫点点头。小枣，你快去晒谷场领肉，1人1斤。好的。小枣点点头，开心的离开了。凤丫，你坐下，我有些事情要和你谈谈。水哥哥，你说。凤丫有些紧张的在他面前坐下来。凤丫，你现在有什么打算？凤丫听了他的话，眼睛里马上起了雾气。有什么打算？回答我。秋丫一下放声大哭起来。大郎、二郎眼巴巴的望着他。俺不知道，俺在这里无依无靠的，带着弟弟妹妹们，就想找个栖身之所，不饿死。看着弟弟妹妹长大成人，也好向九泉之下的爹娘交代。如果谁能满足俺这个要求，俺愿意以身相许。大郎、二郎也不禁被姐姐的话说的和秋丫哭成了一团。我是说，如果你们能在林家沟落户下来，你们愿不愿意？当然愿意，当然愿意。不过你别高兴得太早，这件事情我说了不算，而且这房子也不是我的，我得去找队长，看看他怎么说。凤丫一下跪在了他的面前，大郎、二郎、秋丫也一起跪了下来。张汉水赶紧把姐弟几个扶了起来。有话好好说，咱不行这个。等一下队长回来家里，我先问问他，看他怎么说。水哥哥，俺们一切听从你的。小张，大神叔。听到门外的喊声之后，张汉水赶紧迎了出去。小张，猪已经杀好了，现在就等你去主持为乡亲们分肉。队长，这件事情由您来主持就行。没事，一起去，热闹一点。然后向院子内瞥一眼，见到4个陌生人。那就恭敬不如从命，这就对了。就和他一起向晒谷场走去。小张，他们是谁？队长，他们是姐弟4人。张汉水把凤丫姐弟的遭遇和他说了一下。不容易啊，不容易，真的不容易。林大山说了3个不容易，就没了后话。众人想着今晚就要有肉吃，一个个笑容满面。张汉水见众人都已经等不及，队长，开始给大家分肉吧。好，分肉。每户1个人，就开始排队领起肉来。村里人已经有大半年没开荤了，没有谁是不馋的。接上集，在林大山爷仨的帮忙下，整头野猪的猪下水、骨头、猪头、4只猪脚等60来斤肉，一起送到张汉水的临时住处。山叔，这10斤肉分你的。这太多了。林大山忙摆摆手。山叔，这您就太见外了。你能把自己的房子给我住，您就像是我的长辈一样。如果连这点猪肉都不肯收，那我哪还敢在你的房子里住下去？张汉水假装生气道。那好吧。林大山只得把肉收下。林大山、林萍萍就提着那10斤肉，高高兴兴的回家去。
水哥哥，我也走了。大妹，等一下，晚上收工，叫上你爹、哥哥还有妹妹一起来这里吃肉，管饱。真的假的？你会做饭？我的厨艺非常的好。但你不是失忆了吗？是失忆了，但并不代表全忘了，有些事情我还是记得的，就比如做饭。好的，收工见。凤丫四姐弟望着石桌上的骨头和肉，那是目瞪口呆。大姐，这些肉哪来的？秋丫馋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大郎、二郎也正直直地看着这堆野猪肉，咽着唾沫。是水哥哥在山上抓了头大野猪。兄妹三人大吃一惊，水哥哥也太厉害了，竟然能抓到大野猪。小枣，咱算一算账。小枣一脸不解。张汉水没有多说，又拿了一大块野猪肉称了称，5斤1两，就算5斤，交到了小枣的手中。小枣，是这样的，你给我采了10斤的焦陀螺，每斤焦陀螺我给你算半斤猪肉，10斤，那我就要给你5斤猪肉。水哥哥，你是认真的吗？当然了，以后不管是猪嘴蘑，还是羊肚菌、猴头菇、竹荪、松茸、榛蘑等等，只要无害无毒，都可以向我兑换东西。谢谢水哥哥。小枣开开心心提着手中沉甸甸的5斤猪肉回家去。对了，凤丫，你上午也为我采焦陀螺7斤，换肉的话那就是3斤半，换米面也可以。姐弟几个被他的话惊到了，见几人不太相信。张汉水走进里屋，等他再次出来之后，精面、面条、精米、菜籽油，你们想要什么都可以选择的。1斤焦陀螺换半斤肉，米面粮油，粉条面条，1斤焦陀螺换1斤，抓紧时间。姐弟4人惊呆了。那个水哥哥，俺帮你采蘑菇，是因为你泡糖水给包子给俺们吃，不能再要你的东西了。一码归一码，如果你不要，那我只能再把你采的7斤焦陀螺还给你了。那好吧，这就对了。那要什么自己选。5斤大米。姐姐，我要吃面条，咱换1斤面条好吗？再来2斤面条。张汉水摸了摸秋丫的头，给她称了2斤面条。要油盐酱醋吗？面条没有油盐酱醋，可不是很好吃。不要了，我的7斤焦陀螺都兑换完了，我已经很满足了。也可以兑换，可以先赊账，下次采蘑菇再来抵账就可以。而且就算你不吃，大郎他们长期不吃盐，对他们的身体也不好。我想你也不想看到他们不健康吧？那就来1包盐吧。这样，这桶10斤的油先赊给你，再赊你1包盐，我记一下账。张汉水把那桶油、1包盐单独拎出来。油1斤就可以，不要这么多。10斤油，每2斤蘑菇抵1斤油，另外那斤盐只需1斤蘑菇，也就是说，你再采21斤蘑菇就可以还上这点账。像你今天大半天就采了7斤焦陀螺，21斤，运气好的话，也就是几天的时间就可以完成。那好吧，姐，这也太多了吧！大郎也是开心起来，二郎、秋丫也是笑容满面，开心的直蹦跶。大郎、二郎、秋丫，这都是水哥哥照顾俺们一定要记得，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兄妹3人点点头。今天晚上有肉吃了。可不，这小伙子能处，不但救了队长家大美，还给大家分肉吃。如果小张不是失忆，又怎会来到我们村？没有他，大妹就淹死了；没有他，今天全村家家户户哪有肉吃？嘿嘿，虽然你说的是歪理，但也不是没有道理。不好了，不好了，队长被蛇咬了。什么蛇？好像是白眉妇。男人在田间干农活时，被剧毒毒蛇咬伤，性命奄奄一息。快叫林医生！众人一阵纷乱。水哥哥，水哥哥，不好了，不好了！张汉水正在屋里处理猪下水。小枣，你这是怎么呢？是队长，他被白眉妇给咬了。白眉妇在毒蛇排行榜中是名列前茅的，还好1点内有关于解蛇毒的方法。小枣，你在门口等着我。张汉水赶紧进入自己房间，穿越那边的药店把药买回来。两人急急忙忙朝田地走去。林医生，我爹的毒能解吗？林医生摇摇头，我哪有那本事？队长这是被白眉妇给咬了，而且是成年大蛇，这一口下去，就是神仙来了也无能为力。要不送县医院吧？县医院太远了，没有车子，光是驴子拉车，没有3个小时到不了县城，而1个小时就能要了队长的命。那怎么办？实在没办法，只能送县医院。希望队长福大命大，能挨过3个小时吧。那快准备驴车，马上送县医院。大家等一下，水哥哥可以为队长解毒。林萍萍、林娜、二妹、三妹、小妹已经哭成了的泪人。小张，你真的有解毒之法？张汉水点点头，就上前检查起来。只见林大山的左脚小腿上有2个血洞，毒性已经蔓延到了他的大腿根部，不马上解毒，那就会蔓延全身，直到毒发身亡。一般像这种成年的蛇毒，队长顶多能撑1个小时，送县医院要3个小时左右，所以是来不及的。林医生点点头。张汉水伸手在林大山的大腿根部点了几下，又取出几根银针扎在了他的腿上。小张，你这是？众人也是不解。是这样的，我用点穴和银针的手法，暂时帮队长封住腿上的血脉，
阻止蛇毒蔓延全身。这里面有10包药，你先拿去，马上煎一副来给你爹服用下去，差不多能解毒。以后1天煎一副，毒性可完全清除。大妹、二妹，你们快去啊！谢谢水哥哥。林娜马上和几个妹妹跑向家里煎药。就在这时，张汉水取出小刀，在林大山肿大的小腿上划了一刀，马上就有乌黑的血液从中流了出来。他又把手贴在上面，有更多的血液从伤口处流出。平平，你放心，这些乌黑的血都是毒血，把这些毒血逼出来，你爹的毒也解得差不多，再配上药物治疗，10天之后你爹就能痊愈。张汉水拍了拍林萍萍的肩膀，林萍萍一下跪倒在他的面前。水哥哥，你就是我家的救命恩人啊！张汉水赶紧把他扶起。萍萍，举手之劳，不足挂齿。水哥哥，药汤来了。萍萍，把你爹扶起。大妹，你来喂药。好的。兄妹就开始为父亲喂药汤，一碗药下肚。林大山还未醒来，全身汗流浃背，他的全身上下红了起来。这一幕看得众人吓了一跳。这是怎么了？小张，你这怎么解释？我就说嘛，他一个失忆的人，年纪轻轻的会什么医术，原来是乱治的。众人一下子对张汉水的治疗表示怀疑起来。张汉水淡定自若，10、9、8、7、6、5、4、3、2、1，连。林大山张口大叫一声，就清醒了过来。萍萍，大妹，我这是怎么了？爹，你没事真的太好了。众村民一脸震惊。爹，你刚才在地里被成年白眉妇咬了，是水哥哥救了您啊！三妹，你说的是真的？队长，我们都看到了，以后村里人中毒了，就再也不用担心无法解毒，小命不保。大山，你没事太好了，太好了！林大山搂住母亲的肩膀。娘，小张是咱家的大恩人啊，救了落水的大妹，又救了我，以后在这村子里面有我一口吃的，就有小张一口吃的，绝不让他受半点委屈。大山，你明白就好。从今天开始，咱林家就供着小张，不能苦了这个孩子。此时，张汉水已经走。注意看，在60年代的小河边上，一男子正在钓鱼。奇怪的是，他用的鱼竿正是现代的，只用了一会儿功夫，就收获了10几条活鱼，这才回家开始准备晚餐。不久之后，一股香味就从厨房之中飘了出来，人家连稀饭都快吃不上了，可他竟然做了一桌子美食。小张，你这猪头肉、猪蹄的味道与众不同，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这叫卤肉，用各种食材的香料加水熬煮而成。那你的大米、油盐酱醋这些又是哪里来的？张汉水笑了笑，走进屋里面，端着一个大盘子出来。山叔，这就是我能吃上大米饭的原因。小张，你不会告诉我这些大米饭是用鱼换的吧？山叔，您忘记了吗？我是怎么被你们村的民兵抓起来的？林大山挠了挠头，知道啊，但这和大米饭有什么关系？我来你们林家沟的河边钓鱼，就是为了换大米，结果被你们村的民兵抓起来，我只能假装失忆。你小子不但把我骗了，连全村人都给骗了，你小子可真溜。嘿嘿，山叔，当时那个情况，我不装一下，你们能轻易放过我呀？张汉水无可奈何道。林大山不好意思抓了抓头。至于你没失忆，我会跟大家去解释一下。不过有一件事情我想问问你，你真能用鱼换大米？不会是投机倒把吧？咱是以物换物，又不是买卖，不存在投机倒把一说。那你是在哪里换的？我有一个朋友，他是收山货的，什么野菜、蘑菇、鱼都收，都可以换粮食，而且1斤鱼、野菜、1斤蘑菇都能换到1斤大米或面粉。张汉水把我有一个朋友拿出来当挡箭牌。如果每斤鱼、野菜、蘑菇都能换1斤大米的话，那全村人的日子就好过了。小张，那你那位朋友还要吗？要啊，有多少要多少。不过我那位朋友不会露面，但我可以与他联系上。张汉水只得这么说。好，太好了，如此一来，乡亲们就不用挨饿了。小张，你看这样如何？你有关系，我们有山有水，我们把野菜、蘑菇交给你，你再统一拿去给你那位朋友那里兑换粮食过来，我们每次分你一份，你看行不行？张汉水假装寻思起来。山叔，实话告诉你，目前我也不敢打包票，但您交代的任务一定好好办，毕竟是你收留了我，还给我房子住，所以我会去和我那位朋友谈的。小张，那你没失忆，是不是就要离开我们村，回自己家去？林萍萍、林娜、秋丫一听都是1万个舍不得。张汉水寻思了一下，山叔，我从小就是个孤儿，遇到一对好心的夫妇，是他们收留了我，不过3年前他们也双双而去，现在我也是一个孤儿，所以才会来到这里。这个故事当然是他编出来的。孤儿，太好了！林大山突然打住，觉得自己一下激动的说错话了。小张，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想，如果你想留在我们村落个户，以后林家沟就是你的家，我们也都是你的家人。还有这栋老房子我也送给你，如何？落户可以，
但这房子不能送，我可以买下来。小张，这个你就太见外了，你救了大妹，又救了我，送你一栋老房子怎么了？山叔，一码归一码，如果你执意不收钱，那这房子我也不敢要了。那行，你就给我10斤粮食，什么粮食都可以，只要10斤，这房子卖给你，我立马立字据，房契一并取来给你。张汉水没有多说，马上走进自己的卧室。他扛着一个大包走了出来，另一只手还提着一桶10斤重的菜籽油，一起放到了林大山的面前。山叔，这是100斤大米，1大桶10斤重的菜籽油，你检查一下。这林大山差点没有惊掉他的下巴。这年头，100斤大米，10斤油，比真正的钱金贵多了。小张，这太多了吧？山叔，这一点都不多，一栋房子换100斤大米，10斤油绝对不多。如果你不收，那这房子我也不能要的。那好吧，平平，你把这袋大米扛回去。二妹，你提着油。对了，别人问你们拿着什么，你们就说是野菜，别的别多说。平平，再把这老房子的房契、纸笔拿来。毕竟一下来了这么多粮食，也不好解释，所以能避免麻烦则避免一下。好的。昨天还风餐露宿的流浪汉，今天不仅有肉吃，还有了遮风挡雨的住处。凤丫，过来一下。水哥哥。张汉水看了看姐弟4人，又看了看林大山。山叔，他们姐弟4个如今来这里投靠亲戚，亲戚没找到，又无家可归，你看能不能让他们在林家沟落户下来？林大山想了想，小张现在就是我们村的财神爷和神医，又是我和长女的救命恩人，这点面子不能不给他。小张，如果是别人，这个面子我不一定给，但是是你，这个面子我给定了。谢谢水哥哥。凤丫扑通一声跪在了他的面前，大郎、二郎、秋丫见了也一起跪了下来。谢谢水哥哥。张汉水赶紧把姐弟4人扶起。他们现在没房子住，我打算在隔壁帮他们建一间，人工我先帮他们垫付上，您看行不行？可以，明天我就派人来帮他们建房子。我们终于有家了，太好了，太好。对了，凤丫，你们今天就在这里住下，在里屋这张炕上挤一挤，等房子建好，你们就有好几个房间，随便住。姐弟4人听了，眼泪又不禁淌了起来。谢谢水哥哥。谢谢水哥哥。爹，房契、纸笔我拿来了。林大山接过来看了看，又写下了卖房的契约，签上名，按上手印，然后一起交到了张汉水的手中。小张，从现在开始，这房子就是你的了。对了，小张，下面我就要帮你落户我们林家沟，你愿不愿意？林大山就是要把他永远留在林家沟。可以。林大山大喜。我马上给你办好。当然还有凤丫他们的。凤丫姐弟4人也是一喜。众人见张汉水能入户村中，也是喜出望外。张汉水接过笑了笑，还有一件事情要您帮忙一下，我明天打算去长山公社看看，给我开张介绍信，顺便运点粮食去公社换点东西，还有能不能借用一下村里的驴车？没问题，这个容易。水哥哥，要不带我一起去？我对公社熟。没问题，平平，有你带路更好。第二天早上，林萍萍赶着驴车，张汉水坐在车上，车上5包大米，每包100斤，一起向着公社的方向而去。萍萍，我们先去公社黑市。好的。1个半小时后，林萍萍才把车子赶到长山公社。水哥哥，这就是公社的黑市，你在车上守着，我进去看看。好的。走进黑市，里面有些小摊，但东西并不多，而卖粮食的根本就没有。喂，兄弟，要票吗？酒票有吗？我这有10张。目光扫向四面八方，非常警惕。10张多少钱？男子思量了一会儿，1块1张，10张10块。不过我没钱。男子脸色一变，你逗我玩呢？但我有粮。男子眼前一亮，果然这年头有粮比有钱更让人刮目相看。那是什么粮食？先让我看看。张汉水笑了笑，把手中的黑色袋子递了过去。男子警惕地扫了四面八方一眼，才打开一看，这白花花的大米，一股大米的香味扑鼻而来。怎么样，还满意吗？男子忙点点头。好米，好米啊！那怎么换？不要粮票，这种优质大米最少2块1斤，2块钱1斤。你的酒票卖1块1张，那就是换5斤大米，对吧？是的。不一会儿，张汉水就拎着一个大袋子过来，又取了一个小袋子，往里面装米，挂在秤上称了一下。5斤1两，就算5斤好了。票贩子马上把10张酒票给了他，从他手中接过了5斤大米。那个，你还要布票、糖票和其他的票吗？都可以用大米来兑换。男子看到他还有半包大米，就想再多兑换一点。张汉水摇摇头，你可以直接用钱来买，每张10元的纸币，可以在我这买10斤大米。二话不说，他就掏出了10张10元的给了他。张汉水接过，都是黑10元不假，而且品相非常新，拿到那边去，每张卖个20万不是问题，连号的话上百万都不是问题。没等多久，张汉水扛了一大袋米过来，100斤，大锅你检查一下。好。男子已经笑得合不拢嘴，马上打开袋子检查，确定没有掺假之后，才重新把袋口扎好。兄弟怎么称呼？你就叫我水哥好了。水哥，我叫牛13，牛家庄的。对了，以后还可以在你这里兑换大米吗？牛大锅，我住林家沟，
你可以直接到村子里找我，但你最好不要带别人来。水哥哥，我也没那么傻，这种事情满世界宣扬，除非我不要命了。除了9票、黑10元，还有第1套人民币，能弄到的话，保证不会亏待你的。第2套1元、5元的也都要。不是第1套，你确定要吗？水哥，我记得第1套人民币已经停止流通，你要来干嘛？这你就别管了，反正你弄来我就要，少不了你的好处。你也可以去向别人兑换收集起来，作为票贩的你，这个应该不用我来教吧？牛13一喜，这绝对没问题啊！注意看，男人意外穿越到60年代。令人惊奇的是，他发现自己所处的2个时空能够自由往返。男人迅速脑洞大开，从现代购置大量大米，储存在空间之中，凭借大米换取60年代特有的物资。小兄弟，你要打猎的猎枪吗？张汉水回头一看，原来是位60多的老者。猎枪，他正要买，却不瞌睡就有人递枕头。要啊，怎么换？用粮食换，你有吗？张汉水笑了笑，直接打开了面前的袋子。大爷往里一看，震惊当场。行，我这有2、3种猎枪，老式的100元一把，新式的1种500元，你要哪一种？要最好的。大爷点点头。每把枪配10颗子弹，想要更多子弹，那就另外加钱。先来3把，子弹多拿点，1万发吧。小兄弟，你这是要去抗战吗？大爷，你就说你有没有吧。大爷寻思了一下才道。有是有，不过1万发子弹有点多，我还得派人去取，你能等半个时辰吗？我反正也没事，不过我这都是优质大米，不带粮票就是2块钱1斤。如果你有粮票，我2毛1斤也可以卖给你。大爷看了看米才点点头。行，只要你不掺假，全是这种大米就没问题，我现在就去给你拿。张汉水又在黑市转悠起来，又换了3只老母鸡。1个小时后，大爷就带着2个人送来了3把猎枪，1万发子弹。小伙子，3把猎枪每把500，共1500元，1万发子弹就是1000斤大米，一共1750斤大米，没错吧？张汉水点点头。对，但我要试试猎枪，如果行，我们就成交。没问题。接着几人走到那边的树林里面，张汉水把3把猎枪都试了一遍，确定没问题。你们在这等我下。张汉水离开了一会儿，从空间里面取出了1750斤大米，放在一处，才走过去叫大爷3人过来。你都在这，没问题，成交。大爷上前对着10几袋大米检查起来，重量也是只多不少。3人看着这堆大米，那是笑得合不拢嘴，马上一起装上牛车，拉着走了。张汉水看着3人赶着牛车走远，这才把猎枪和子弹一起收入空间里面，如此不用搬运，省时省力。有个空间就是方便。张汉水又回到黑市，面前放着一个木盒子的男子说道：兄弟，要人参吗？张汉水心里一喜，但表面依然淡定。先看看吧。看可以，但我需要粮票。如果你没有粮票，那我是不会卖的。粮票我也没有，但我有粮，行不行？男子眼前一亮。先看看粮，有的话，我们马上可以交易。张汉水直接把手中的小袋子放到他的面前。您自己看吧。男子震惊当场，又伸手往袋子里掏了掏，米很香，是新米。你看了，觉得如何？男子笑了笑，啥也没说，打开了自己面前的木盒子。张汉水上前端详了一下，居然是一只百年参。怎么样，小兄弟？我自己上山挖的，绝对够白。如果你有足够的粮食，马上可以把它换走。这参怎么卖？最少1000。60年代1000有点贵，但考虑到这是百年人参，不是用钱能衡量的。行，大锅，我这大米都是2块1斤。男子闻言讪讪一笑。那个2块就2块，但必须是和这种一样的大米。如果有几百斤这样的大米，那他们一家老少今年1年就不用挨饿了。那是当然，如果假半分，我把脑袋摘下来给你当球踢。那好吧，大锅，这只人参1000块钱，大米2元1斤，那就可以兑换500斤大米。你一个人怎么把500斤大米运回去？那怎么办？我现在回家拉车也来不及，赶车也要7、8个小时。不必这么麻烦，你把地址给我，我改天直接送你家去，不是更好？张汉水却是笑了笑。小伙子，还是你脑子好使，不过就是需要你跑一趟了。不用客气。那好，我把地址告诉你，我家住在离这里50里外的刘家屯子。没问题，后天我把粮食送到你家来。男子点点头。2人又说了一些见面事宜，毕竟这年头500斤大米，要是被男子村子里的人知道，肯定有人惦记上。张汉水给他先称了10斤大米。大锅，这10斤大米算是定金。男子大喜，马上接过。对了，兄弟，怎么称呼？叫我水哥就好。水哥，3天后刘家屯子，不见不散。不见不散。男子提着10斤大米，笑容满面的走开了。60年代，饿殍遍野，冷冷清清的供销社突然出现了一位神秘人物。张汉水大手一挥， 10瓶茅台，1条大前门
5斤大白兔奶糖。随后带着林萍萍赶着驴车扬尘而去，只留下众人满是惊愕。孩他爹，你可回来了！孩他娘，你看我今天带了什么回来？刘许多笑着把面袋子交到了老婆的手中。钱桂花打开一看，里面是白花花的大米。孩他爹，这大米也太好了吧！是的，没有一点杂质。那一只100年人参就换这点米吗？钱桂花觉得有点可惜。刘许多笑了笑，取出背篓中的木盒子打了开来。不止，这10斤米只是定金，一共兑换了500斤大米，而且都是这种大米。那个人呢？什么时候过来兑换？后天他会把米送到家门口，不用担心。刘许多安慰妻子道。孩他爹，你确定他会来？500斤大米，这年头真有人能拿得出来吗？女人有些担心的道。刘许多也不确定，应该能吧，更何况人家已经交了定金的。我觉得还是小心为好，不怕1万，就怕万一。你把人参藏好来。你是说他会来偷人参？不知道，反正小心为妙。毕竟500斤大米不是闹着玩的，我怕那人拿不出，起什么歪心思。也对，夫妻俩想到这里，不禁忐忑不安，后怕起来，滴滴答答。第二天一早，张汉水是被雨声给惊醒的，睁开眼睛一看，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吃完早餐，张汉水就来到了林大山的家里。小张，有什么事吗？山叔，我那房子早上起床，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你看能不能叫几个乡亲给我重建一下房子？粮食工钱不是问题。没问题，我马上就去安排人给你修建，钱就算了，管顿饭就行。这样子吧，山叔，先在房子边建一栋风雅姐弟4人住的，我的房子拆了也好，先搬过去住，再修我的更好。我打算修大一点。也好。现在林大山是100%的支持他的，自然愿意为他忙前忙后。林大山也不耽搁，马上就去村里喊人了。3天后，刘家屯子，张汉水来到了一户人家门口，他先敲了敲院门。谁？刘许多马上走向门口问道。女人和3个丫头坐在桌前一声不吭，听着院外的动静。刘大哥，我是水哥。刘许多一喜，马上开门，就看到张汉水立于门外。水哥，快进屋，粮食在门口，先搬进去再说。好。张汉水指了指门口，5袋大米，每包100斤，正好500斤。刘许多一看，果然，门口的地上堆着5个麻布袋，都是没掺半点杂粮的纯珍珠大米，重量之多不少。大蝈蝈，你好呀！小妹妹，蝈蝈没带别的礼物，但有糖哦。张汉水从口袋里抓了一把糖，放到桌子上。大白兔奶糖。张汉水又把糖往前推了推，1人3颗，快尝尝吧。谢谢蝈蝈。水哥，你看你又破费了。是啊，哪能让你这么破费？孩他娘，快去再做点饭，让水哥吃饱。好，我这就去做。水哥，这是人参，你再检查一下。好，刘大哥，那算是完成交易了。完成了。刘许多笑道。对了，水哥，就你一个人吗？不是，是我朋友赶驴车把米送来的，他还有事，就先回去了。朋友是假，张汉水只能这样编出来。刘许多点点头。天黑了，大老远的回去几十里山路，晚上不安全。你今晚就在我家住下来吧。也好。张汉水答应下来，正好还有一些事情和他聊。男人穿越60年代，自带空间，以物换物，赶山采蘑菇，下河捉鱼摸虾，打猎，在现代与过去实现财富自由，并成为首富。张汉水来到刘家屯，发现刘家屯与林家沟差不多，都是在山沟沟里面。打开门便是青山绿水，野生动物与植物资源丰富。张汉水又有一个新计划，要收山货，2个村子一起收，速度会快得多。大哥，问个问题，你这只100年人参是你自己挖的吗？刘许多看向自己的大女儿，是大妮上山挖野菜采蘑菇，偶然发现的，再叫我去挖的。张汉水就对着刘大妮竖起大拇指，他开心一笑。除了你，村里人还有没有挖到人参的？有是有，不过不多，毕竟山里非常危险，除非组队一起去放山，单个人是不敢独自进山的。张汉水笑了笑，看向刘大妮，又看向夫妻俩。刘大哥、大嫂，明天能不能让大妮带我上他们发现人参的地方看看？不白让他带路，我每天给他10斤大米，当然不要米、面粉、面条、油也行。夫妻俩听了大喜，愿意，当然愿意。大妮，明天你就带水哥去。娘。水哥，大妮对那里很熟，只要你不离开他的身影，就不会迷路。这就好。张汉水现在不怕迷路，毕竟能穿越。戒指空间里面又有粮食。爹娘，我也要去。还有我要和姐姐一起去。好，一起去。第二天一早上，刘家3姐妹一人背上一个背篓，就带着张汉水上山去。张汉水跟着大妮他们来到对面的山脚下，眼前是一望无际的山林，深不可测。水哥哥，我发现人参的地方就在前面，一直走，大约5、6里地的地方，你小心一点，草丛中有毒蛇出没。半个小时后，刘大妮指了指面前的小树丛中道：水哥哥，
我就是在这里发现的那只人参。张汉水瞧了一眼，有人挖了一个小洞，旁边还有新土，这就是刘许多挖的。找了一会儿，周围并没有别的人参，这才回头对三姐妹道：“你们就在这挖野菜、采蘑菇，我进林子里看看去。”水哥哥，你小心一点，别乱跑。刘大妮担心的道：“没问题，大妮。”张汉水说完就向林子更深处而去。走了一会儿，他来到一棵大树后面，见四面八方无人，这才从戒指空间里面取出了一把猎枪，填上子弹，又从口袋里摸出了一颗大白兔奶糖，包了糖纸塞进嘴里。找了一会儿，人参没找到，倒是看到树枝上蹲着10多只大野鸡。他端起猎枪，瞄准着树枝上，扣动扳机，一声枪响，声音震耳。下一刻，树上的其他野鸡也吓跑了，有一只野鸡从树上快速掉下来，张汉水快步上前捡起来。下一幕，有只野兔子在前方吃着草，张汉水警惕地趴在地上，又是一声枪响。张汉水收回猎枪看去，只见兔子已经倒在草丛之中，没了动静。张汉水小跑上前，扔入空间里面，里面的时间是静止的，即使猎物是死的，在里面也能永久保鲜。突然，张汉水看到旁边的枯树上长着一些毛茸茸的东西，这是引起了他的好奇，马上上前查看，名副其实的野生猴头菇，而且还不少。整棵巨大的枯树上，从头到尾结满了。张汉水马上取出了一个袋子，就采摘了起来。不一会儿，就采到大半袋子猴头菇，这大半袋子起码值个几千上万元了吧？他惊喜地发现附近的枯树上都长着猴头菇，这个地方肯定适合猴头菇的生长，不然也不会成群成片的生长。张汉水连采了5、6袋子的猴头菇，都收入空间，这一波真是发大了。男人上山捕猎时，惊讶地发现粗壮的大树上居然盯着一群野鸡。男人兴奋地连忙端起长枪，对着野鸡就是一阵突突。枪响过后，野鸡四处惊飞，结果打空整整一个弹夹，却只掉下来一只野鸡。有时间一定要去练练枪了，这枪法也太菜了。张汉水上前捡起野鸡，并没有收回空间，而是扔进了背篓里头，在不远处的林子里与姐妹3个会合。张汉水直接生了一堆火，把野鸡烤了，望向3人的背篓道：“大妮，你们采到什么蘑菇呢？”水哥哥，我采了不少真蘑菇。张汉水笑了笑，张汉水打算把3姐妹今天采的真蘑全用粮食兑换过来。水哥哥，烤鸡好了吗？马上就好，马上就好。小姑娘点点头。等到野鸡烤好，张汉水就拔了一个鸡腿给小姑娘吃，又拔了2个鸡翅，分别给了大妮、二妮，自己抓了另一个鸡腿吃了起来。就在4人享受着美食之际，这么精彩的画面，真想驱车到现场看看。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特斯拉，才花了9万9。瓜子有上万台不同配置的奔驰、宝马、特斯拉，比线下店选择多多了。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还能送上门试开3天。要是有旧车，也能放瓜子高价拍卖。总之买卖二手车，我推荐瓜子。一阵脚步声传来，只见自己已经被一群男女孩子包围了。这是水哥哥，是我家的客人，你们别围着人家，把水哥哥给吓到了。张汉水打量了一圈这些男女孩子，最大的13，最小的才3岁的样子。大妮，别误会，我们只是闻到烤鸡的香味，才过来看看的。大妮，他是谁？我家亲戚，咋了？昨天晚上，刘父刘母已经反复交代好了3个女儿，若别人问起他是谁，就一口咬定是他们家的亲戚。你们不许过来，没有水哥哥的允许，你们谁也别想抢鸡肉吃。刘三妮护食道。张汉水快被3姐妹的架势逗笑了。不过这一群孩子只有1只野鸡，根本就不够分食。他们采到了不少蘑菇、野菜，自己用以物换物的方法，一举两得。孩子们，听我说一句，你们想吃饱肚子吗？有几个孩子当即点点头。你们等一下，我马上给你们弄吃的。张汉水说着就走了出去，躲到一棵树下，取来了一个大锅，1大桶装水，1小袋大米用麻布袋子一装，提着走了回去。没一会，1大锅米饭就焖好了。孩子们，你们排一下队，一个一个到我面前来。孩子们就排成了一条长龙。张汉水挨个给孩子们打饭，孩子们端着碗筷，眼泪不自觉地往下流。张汉水看着这群大小孩子吃得开心，脸上不禁也露出久违的笑容，胃口也更加好。孩子们，你们今天都采到哪些蘑菇呢？张汉水突然问道。真蘑，我采了半篓子真蘑了。13岁的大丫头首先大声地回应道。我采到了加陀罗。还有我采到一些猴头菇。我采到羊肚菌了。其他孩子也抱起了自己的收获来。张汉水一一点头。羊肚菌这种蘑菇可是非常美味的。孩子们，我这有10斤大米，你们采到蘑菇的，1斤蘑菇可以从我这里换1斤大米，有谁要换的？我，还有我也要。最后多说一句，想买车。刘二妮带着刘家屯子一众青壮年，匆忙赶赴山上营救张汉水。行至半路，突然发现一男一女迎面走来，男子的肩膀上还扛着一头400多斤的黑虾子。水哥，大妮，你们没事吧？刘许多冲了出来，迎上2人道：没事的爹，是水哥哥一个人把黑虾子杀了，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
众村民一脸难以置信地看着面前的陌生青年。大家帮个忙，把他抬回去。张汉水突然把黑瞎子放在地上，快，大家快搭把手！刘家屯子的队长马上也吩咐道。村民们也不迟疑，七手八脚的就把黑瞎子抬起，向村中而去。水哥，和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屯子的队长刘三根。你好，水哥，今天多亏你了，不然村子里的孩子们怕是凶多吉少。举手之劳，不足挂齿。很快，村民们就把黑瞎子抬到了晒谷场上。水哥，你看这熊怎么处理？村民们的目光也都投向了他。张汉水想了想，村里多少户人家？不多不少，150户。这头黑瞎子400来斤，怎么也得有200斤肉吧？一户人家分1斤肉，不带骨头、胆、皮毛，还有熊掌给我留着就行。好的。又看向众人，大家都听到了吗？每户人家都有1斤肉分，一起帮忙处理一下。众人大喜，马上上前帮忙。张汉水也就当个甩手掌柜，潇洒而去。回到刘大妮家，刚才在山上和他一起采蘑菇的男女孩子们就背着背篓聚集在了家门口。大蝈蝈，你刚才说要和我们用大米换蘑菇，是不是真的？一个小男孩和另外的孩子们也一直眼巴巴地望向他，有些紧张，怕他不换。收啊，有多少收多少，怎么可能不收？收山货，这可是自己实现财富自由的门路之一。孩子们喜出望外。大家不要急，一个个排好队，水哥哥会给你们兑换的，你们急个啥？孩子们马上在他家门口排成了一条长龙。不一会，张汉水就一手提着一个大麻布袋子走了出来，其中一包是大米，一包是面粉，又进去了一趟。这回是面条、粉条、大白兔奶糖，还有10桶油，一些小的空瓶子，小瓶子是用来装油的。张汉水最后取出了一杆秤，大家一个一个上前，要兑换什么自己选。排在第一的小男孩听了，马上上前把背篓放在他的面前。张汉水在大妮、二妮、三妮的帮忙下，挨个给孩子们兑换物品。随后，刘三跟刘许多带着几个村民把熊胆、熊骨、熊毛皮、熊掌和剩下的熊肉给他送了过来。后生分去了150斤肉，这是剩下的，都在这，你确认一下。可以，谢谢队长和村民们帮忙。后生不必客气，说感谢的应该是我们，你不仅救了孩子们，这是大恩，我们还有肉吃。张汉水只是笑了笑，没有多说。张汉水打算明天就要回林家沟。刘大锅，有件事情和你商量一下。刘许多点点头，你说，你们村的人上山采的蘑菇、挖的野菜，都可以到我这里兑换大米等粮食。你看你要不要做这个事情？你负责在村民们手中把山货收集起来，每天送一次到我那里兑换大米，再把兑换的大米按照村民们各自的重量分发给他们，你可以从中分一成。刘许多一听，喜出望外，这是好事，不过这件事情还是要找队长商量一下的。没问题，吃完饭我们一起去。我想这种好事他不会不同意。那可就太好了。钱桂花也是笑得合不拢嘴，这样子他家就会有更多的粮食了。张汉水、刘许多来到队长家，提出用山货兑换纯粮，村长也满口答应。毕竟这里冬天很长，明年又青黄不接，搞不好村民们就要挨饿。随后，张汉水又和刘三根谈了一下兑换细节，这才告辞而去。刘家三姐妹得知张汉水要离开，那是1万个舍不得。我和我姐还有三妮都舍不得你走，你就留下来住在我家，永远不要走好不好？水哥哥，不要走了。张汉水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毕竟在林家沟已经有了一个家，不可能在刘家屯子再弄个家吧。张汉水笑了笑，放心，我还会回来看你们的，而且我家就住在林家沟，一个公社的，以后我会经常来你们家做客，当然也欢迎你们来我家里做客。三姐妹听了他的话点点头。第二天，张汉水走在回去的路上，一想到戒指空间里的粮食不多，卡里存款也已花完，要想继续兑换物资，就得回现代饭店，把从这边兑现的物资拿到那边。男人摸了摸手指上的戒指，戒指，带我穿越回去吧。突然灵光一闪，下一刻张汉水就回到了自己的小饭店。第二天照常开门做生意，准备了一些食材，等着中午顾客上门吃饭。张汉水坐在椅子上，在电脑里搜索着一些关于60年代的相关资料，以及第1套、第2套人民币、茅台的价值时，就听到门口传来的熟悉声音：姐夫，爸爸。马上起身看，是小姨子牵着自己的女儿彤彤来了。姐夫，好久没来你店里了，最近生意如何？眼前的少女，赵秀丽的亲妹妹，今年18岁，高3，刚刚考完，暂时闲置在家等录取通知。张汉水开心地把小家伙抱起，在她水润的小脸上亲了几口，弄得小姑娘咯咯直笑出了声音。爸爸，胡子扎人，扎得疼痛痛痛。彤彤有没有想爸爸？爸爸，彤彤天天想爸爸。小家伙奶声奶气的道。秀珠，坐下来聊聊。你今年18了吧？是的，姐夫，我是9月生的。张汉水夸赞了一句。女大18变，果然你和你姐一样美貌出众，身材好。少女脸蛋就是一红。姐夫，你可真会夸人。成绩出来了吗？哪所大学？还差几天吧，
不过我报的是清大。张汗水点点头。那暑假期间打算干点什么？我也不知道，爸爸妈妈打算让我去自家公司打暑假工，熟悉环境，但我不打算去。我想……少女欲言又止，张汗水追问：“你想什么？”少女没有马上回答，而是扫了整个饭店一眼。姐夫，你这饭店还没请服务员吗？没有，这不没生意，我一个人都闲得慌，哪还需要请人？张汗水有些无可奈何道。少女听了有些失望。姐夫，说句实话，我不想去爸爸开的公司，本想来你的饭店当服务员，但没生意，我也不好意思来的。张汗水想了想，以前没生意，但并不代表以后没生意。如果你想，不是不可以，只是饭店的活不是那么好干的，你能吃这个苦吗？赵秀珠点点头。只要姐夫要我就能吃这个苦。要，当然要。小姨子有事相求，我这个当姐夫的还是要照顾一下的。张汗水开玩笑道。那我可当真了。张汗水也认真的点点头。是的，你什么时候来上班？明天就可以。好，那你明天来，我给你开工资，但不会太高，1个月5000行不行？可以，你这小饭店能开5000，我已经很满足了。赵秀珠来这里当服务员，完全就是为了体验生活。父母每月给她的零花钱都不止这个数，同时她也是非常崇拜这个学霸姐夫的，正好趁着这次机会和他多多交流。另一方面，也可以品尝到他做的美食，一举两得。姐夫，你当年高考是怎么考到739分的？你是不知道，当我们班的同学都对你羡慕的不行，还有几个和我交好的女同学一直想让我介绍一下你给他们认识了，我都没同意他们。对于这个问题，他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我从小学开始就在年级名列前茅，所以应该算是天赋异禀的一类吧。那姐夫就是天之骄子了。别，我就一个开小饭店的小厨师而已，为了柴米油盐酱醋茶，每天守着这个小店的劳苦大众，啥天之骄子，天之弃子还差不多。姐夫，那是你太谦虚了好不好？如果你愿意，以你的学历，我就不相信你在一个公司混上几年，混不上一个高管当当。张汗水摇摇头。你也别使劲抬我，人家背后还给我取外号软饭男了。那是他们嫉妒你的优秀，有本事他们也去吃软饭，吃得到吗？再说了，我姐夫才不是软饭男，就算是软饭男，我也喜欢。你这丫头越说越离谱了，小丫头片子一个，你懂什么叫喜欢？赵秀珠听了忙撇嘴。干嘛你们老把我当小孩子看？人家今年都已经18岁了，女大18变，你知道什么叫女大18变吗？说完，小姑娘还向他挺了挺胸。张汗水不想和小姨子谈论这个女生生理上的问题，只得转移话题。这样吧，秀珠，你好久没来我这了，加上彤彤今天来了店里，中午你就别回家吃饭，就在店里吃。好的，我来给你拖地擦桌子吧。赵秀珠说着，还真打扫起饭店的卫生来。爸爸，你什么时候回家和妈妈一起住啊？彤彤要每天从幼儿园回家就见到爸爸，你就搬回来好吗？彤彤，你放心，用不了多久，爸爸就可以搬回来和你和妈妈一起住了。他现在完全有这个信心，有了60年代以物换物的资源，发家致富指日可待。到了那时候，岳父岳母和妻子可就会原谅自己了。那彤彤等爸爸回来。彤彤开心的道。就在此时，他的手机铃声响起，马上接听到。秀丽，有事吗？彤彤是不是在你那？电话那头马上传来了妻子冷冰冰的声音。是的，如果你没什么事，中午来店里吃饭，正好秀珠也在。不用了，正好你们父女俩也该到了单独培养感情的时候。今天晚上你就回家一趟，我爸爸妈妈找你有话要谈。张汗水越听越觉得不对劲，以前妻子一直都是咱爸爸妈妈，现在却特别的加上我爸爸妈妈。张汗水也没多想，挂了电话。姐夫，是我姐打来的吗？是的，你姐打电话问彤彤是不是在店里，还叫我晚上回爸爸妈妈那里吃饭，有事和我谈谈。赵秀珠点点头，突然想到了什么，张口欲言又止。看来这件事情躲得过初一，躲不过15。小姨子正在帮姐夫拖地时，突然腹痛难忍，抱着腹部连忙蹲在地下。姐夫吓了一跳，赶紧过去把她从地上扶起，放坐在凳子上。张汗水扫了他一眼，根据医经理所传承的望诊术，马上查出了小姨子的实际情况。秀珠，疼吗？赵秀珠听了，脸蛋就是一红，身体疼得直颤抖。你现在是不是身体发冷、头晕，并带有恶心？昨天晚上还有腹泻、出冷汗等现象。赵秀珠听了他的话就是一呆，他是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的？于是点点头。大姨妈来了。他又是一呆。赵秀珠点点头，脸色苍白，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你这种情况是不是会持续10分钟以上？又被姐夫看出来了吗？赵秀珠又点点头。姐夫，你这里有没有红糖？给我泡一杯红糖水，也许可以缓解一下。有，我马上给你泡去。张汗水忙走进厨房，给小姨子冲了一杯红糖水出来，让她服用下去。
他忍着痛喝了下去，结果只是好了一点，又抱着小腹难受起来，还痛。姐夫，我想吐。赵秀珠马上干呕起来。张汉水本来以为他喝了红糖水之后就能缓解一些的，不想他还是痛，看来要让他好起来，只能采用易经里的按摩手法。男女授受不亲，又是自己的小姨子，为了不想让别人误会，能不用到此法就尽量不用。那个秀珠，其实姐夫有一个土方法，可以马上让你不痛，只是需要按摩你的小腹。你我的关系不太好给你治，如果你不愿意的话，就算了。赵秀珠一听，眼前一亮，她现在实在是疼得受不了。再者说，这是治病救人，又不是耍流氓。姐夫，那你快点来，我相信你。张汉水也不多说，揭开他小腹上的衣服，就给他按摩起来。爸爸，小姨是要生孩子了吗？彤彤突然眨眨眼睛道。赵秀珠听了外甥女的话，哭笑不得，但是疼痛已经占据了上风。张汉水也是觉得彤彤这个问题问得让人哭笑不得。彤彤，谁告诉你的？爸爸，我是在电视里面看到的，里面有人生孩子，也是和小姨一样躺在床上又痛又叫的，而且我问奶奶和妈妈，他们都说这是在生孩子。张汉水一副原来如此的样子。彤彤，小姨还没男朋友了，不会生孩子，只是肚子疼而已，爸爸给她按摩一下就不疼。彤彤点点头。爸爸，彤彤以前也肚疼，现在好了。好了就没事，以后彤彤肚子再疼，爸爸给你按摩一下就好。太好了，太好了。3分钟后，突然他的小腹就不疼了，原本发冷的身体完全没有了，精神力也比之前好得多。少女睁大眼睛望着眼前的男人，发现他除了顶着超级学霸的光环之外，还懂得一些中医之术，更加的对这个姐夫刮目相看起来。好了，秀珠，现在感觉如何？没事了，完全好了。姐夫，你真是太棒了。说着，少女还起身蹦跶了几下。有我的按摩，你每天再泡上一杯红糖开水，基本上就不会再复发的。张汉水嘱咐道。少女点点头。姐夫，你这中医哪里学的？这个问题怎么回答？医经传承的事情，肯定不能告诉他的。我外公以前是村里的赤脚医生，我的从小寄宿在外公外婆家里，所以从外公那里学了一些。姐夫，这也太好了，以后我有病就不需要再去医院了。张汉水笑而不语。姐夫，要不你重新把这店装修一下，改成中医馆，以你的医术挣钱肯定不是问题。张汉水忙摆摆手，那个还是算了，你姐夫不是正规医生，没有行医资格证书，属于非法行医，严重可是要蹲监狱的。赵秀珠这才想了起来，还真有这么回事。姐夫，这也太可惜了。就在此时，店门口出现了男人张汉水意外穿越到了60年代，神奇的是他竟能在2个时空之间自由穿梭，更令人惊叹的是他获得了珍贵的医经传承，凭借高超医术混得风生水起，在现代经营着一家小饭店。这天，老顾客王璀璨带着闺蜜千真真来光顾。真真上次吃了你让我打包的烤鲤鱼，念念不忘，今天特意让我带她来再尝尝，能做不？张汉水爽快应下，没多久，烤鱼和酸辣土豆丝就上桌了。两人尝了尝烤鱼，还是记忆中的美味，满意的笑了。张汉水又端上凉拌焦陀螺和野菜豆腐猪血旺汤，笑着说：“这是给老顾客的赠品，两位尝尝。”千真真惊喜道：“璀璨，没想到张老板这儿有猪嘴馍，这玩意儿可贵了，还不好买呢。”两人夹起猪嘴馍放入口中，一脸享受。从千真真进店，张汉水就注意到她大热天还围着袖巾，眼睛也有些突出，但有些话不好直说，他便旁敲侧击地问小姨子赵秀珠：“秀珠，你知道甲状腺功能亢进症吗？”赵秀珠思索片刻，耳熟，想不起来了。姐夫，你知道？正吃东西的千真真听到这话，手一顿，瞬间没了食欲，眼神中闪过一丝忧愁。张汉水解释说：“甲状腺功能亢进症你可能不熟，甲亢或者大脖子病，你肯定听过吧？”赵秀珠恍然大悟：“哦，甲亢我知道，我们学院有个女老师就有这毛病。姐夫，你会治不？刚才我的痛经还是你按摩治好的，这甲亢你也能治吧？”千真真听到这儿，眼神明显波动，不自觉看向张汉水。张汉水笑着点头。赵秀珠竖起大拇指，是夸厉害。王璀璨见状，给千真真使了个眼色，然后起身出门。千真真也跟了出去。真真，你都听到了？千真真点头疑惑道：“璀璨，你说他真会医术？他又不是学医的。”王璀璨眼睛一亮：“那可不一定，医生有西医和中医之分，中医有些是祖传的，说不定张老板表面没学医，实际从小就学了呢。”千真真眼睛一转：“难道他看出我有甲亢，故意和小姨子说这事？不然干嘛偏偏提甲亢？我觉得他是在暗示能治我的病，你说呢？”王璀璨解释了中医望闻问切里望的作用，还表示如果千真真不好开口，他可以帮忙问。千真真感激的点头。两人吃完饭离开。
店里没了生意。这时，张汉水微信收到王璀璨的消息：张老板，我有个朋友得了甲亢，你会治吗？张汉水回复：得先看看病情。他心里明白这朋友就是千真真，只是没说破。王璀璨又问下午2点半有没有空去碧水园给朋友看看。张汉水答应下来，约好下午见后，便去给女儿和小姨子准备午餐了。而此时，在总裁办公室里，赵秀丽正对着天花板发呆，全然没在意开着的电脑。突然，咚的一声信息提示音响起，手机屏幕上弹出信息弹幕，是妹妹赵秀珠发来的。赵秀丽斜眼一瞥，并未理会。可紧接着又有2条信息传来，她依旧没当回事。谁知对方不依不饶，连续发了好几条，她这才极不情愿地拿起手机查看。头3条信息是3张美女图片，又瞧了瞧下面妹妹发的内容。信息里妹妹说有个美女和姐夫很熟，还提及姐夫会中医，不仅帮她按摩治好了痛经，还能治甲亢等疑难杂症，还劝姐姐别和姐夫离婚。赵秀丽瞬间脸色变得严寒起来，一气之下站了起来，拿着手机就走出了办公室的门。秀丽姐，去哪里？作为秘书的宫兰忙上前问道：水哥哥饭店。妈妈。彤彤见到她也扑到了她的腿边。张汉水呢？姐夫在厨房。赵秀丽走进厨房，张汉水有些意外，说不来又来了。秀丽，你来了，那好，我再多加几个菜。张汉水没有多想，以为他是进来帮他的。秀丽，你去休息就好，我一个人可以的。张汉水，我来不是吃饭的，而是有一件事情告诉你。赵秀丽突然表情严肃道：秀丽，你说。张汉水觉得今天妻子有些反常。这时赵秀丽取出一样东西，本来是晚上当着我爸爸妈妈的面给你的，但我觉得不必了。这是离婚协议，如果没问题，签了明天民政局门口见。张汉水没想到妻子如此果断就提出了离婚，但他很冷静。秀丽，你真的考虑好了？是的，你不同意也要同意。你是上门女婿，连结婚酒席都是我爸爸妈妈出的钱，还有彤彤从小到大的奶粉钱等等日常开销都是我家出的，夫妻共同财产。你就这家小饭店也值不了几个钱，我就不要了。至于公司的财产，是我爸爸开的公司，所以不在夫妻共同财产之内，你应该明白。秀丽，要不再冷静冷静，考虑一下，过个10天半个月想清楚再来谈。不必了，你我的缘分已尽，就没有必要勉强在一起。赵秀丽一副铁了心的道：秀丽，不必多说，我什么都不要，只有一个要求，彤彤由我来抚养。没问题，我爸爸妈妈也是这个意思。张汉水还能说什么？拿过离婚协议书看了一下，没问题，就在上面签了字，一式2份，1人1份。彤彤，妈妈走了，以后要听爸爸的话，知道吗？彤彤听爸爸的话。小家伙点着小脑袋道。张汉水非常冷静，既然和他离婚已经到了不可避免的地步，那以后只能好好把彤彤抚养长大。午餐张汉水做得很丰盛，彤彤也吃得开心，只是赵秀珠吃的心里不是个滋味。赵秀珠吃完饭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他，也就先离开了去。至于彤彤，他没带回去，因为从今天开始他就要和爸爸一起。男人意外获得医经传承，凭借高超医术声名大噪，出诊一次诊费就是500万。下午2点约好了给王璀璨的朋友诊断病情。张汉水买了一些中药、包扎的纱布、亲自熬制好的药膏，还带着女儿同行。就在他拉着女儿的小手往站点赶时，一辆红色的玛莎拉蒂靠路边停下，从里头探出了个头来，原来是王璀璨。张老板，这边。王璀璨向父女俩招了招手，笑道。父女俩忙走了过去，在后面坐下。张汉水看了一下车型，这辆玛莎拉蒂最少300来万。王美女，玛莎拉蒂是你的吗？哈哈，不是我的，是我闺蜜的，你也认识，就是真真的。张汉水笑了笑。王美女，现在车里也没别人，和我说实话，你的那个朋友是不是就是千真真？王璀璨听了，笑逐颜开，对他的医术更加有信心起来。是的，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一个开小饭店的老板，明明是个厨师，竟然还会医术。早知道，我早把真真介绍给你认识了。你是不知道，真真为了治这个病，受尽苦恼。她本来就是非常注重自己形象的人，但得了这个病之后，现在的她出门都穿高领的，就是不想让别人看到她的脖子。那她以前没去治吗？治了，也好了，不过没多久又就复发了，现在越来越严重了。张汉水点点头。她和你都住在碧水园？是的，我们同层。碧水园是富人区，一套起码几千万。到千真真家后，他拿出一些水果零食来招待彤彤和他，还打开电视机放动画片给他看。千小姐，你愿意让我帮你治疗吗？愿意，当然愿意，不愿意我也不会请您来的。张汉水点点头，马上打开手提包，把医疗器械取出来，拿着一个手电筒走到了千真真的面前，照了照她的脖子，摸了摸，肿得比较大。张开嘴我看看。千真真非常听话的张开嘴，也许是难为情，脸蛋儿已经红了起来。张汉水检查完，你这个甲亢病确实有点复杂，这也是造成你容易复发的原因。千真真点点头，
别的医生也是这么对他说的。那你能帮我治好吗？如果你能治好我，多少钱我都愿意。张翰水摸了摸下巴，我打算采用3效合一的方法，先针灸吧，把肿消下去，再外敷，然后内服，差不多就会完全治愈。疼吗？一听要扎针，千真真有些畏惧的道：“有一点，不过不用紧张，我会非常温柔的。”张翰水说完，取出银针，千真真半信半疑的点点头，把酒精灯点上，用高温消毒，一针一针的扎入他的脖子四周。果然不疼，对他的医术更有信心起来。没多久，千真真就觉得自己脖子上麻痒起来，暖流游走于整个脖颈，非常舒服。不知不觉，他的心情也跟着舒畅起来。10分钟后，张翰水完成了对他的针灸治疗。半小时后，我再给你外敷内服就可以了。千真真点点头，王璀璨时不时的看向闺蜜的脖子。突然，她震惊当场：“真真，你的脖子不肿了，完全消肿了。”千真真赶紧用镜子照了照，结果正如她说的那样，真的是不肿了，一下子。你看你不肿了，怎么还哭上了？人家喜极而泣呀。张翰水一脸淡定。爸爸，彤彤是小孩子都不哭鼻子，姐姐这么大还哭鼻子，羞羞。王璀璨和千真真都被小姑娘的这句话逗笑了。好了，千小姐，现在我帮你敷上我特别熬制的药膏即可。水哥哥，那就麻烦您了。王璀璨惊讶了一下，这就叫上哥了。张翰水从包里取出药膏，用棉签帮他刷了一层在脖子上，并用纱布缠住包好。这个瓶子里是10天的用量，每天取若干擦一次就可以。这里面是10包中药，10天之后药到病除，以后就不会再复发了。千真真非常感激的点点头。多少钱？张翰水算了算，人工加上药材成本300左右，怎么也得挣一点吧。于是伸出了一只手。没问题，水哥哥，加一下联系方式。张翰水取出手机，互相加了一下，马上他就收到了对方的转账信息，也就打开收款，7位数，正好500万。张翰水差点惊掉了下巴，自己一个手是500块钱，不是500万。他倒好，问都不问就以为是500万，就给转了，连忙转回499万9500元，然后父女2人手拉着手就离开了他家。张老板，等一下。王璀璨就追了上前。怎么了，王阿姨？要开车送我们回家吗？张翰水调侃一下。谢谢王阿姨送我和爸爸回家。彤彤马上置声置气的道：张翰水，你才王阿姨，你全家都是王阿姨，彤彤可以叫我阿姨，你不能。王璀璨没好气的道：嘿嘿，那叫王姐姐可以了吧？王璀璨把钥匙抛到了他的怀里。真真送你的。这次轮到张翰水震惊到了。车在地下室，你自己去开。不是吧，这辆玛莎拉蒂300来万他就送我了。真真说了，要么要车，要么要500万，要么要他也可以，你自己选。王璀璨说完已经走远了。张翰水看着他的背影，又抬起头看向28层的阳台，只见千真真站在阳台上，正向下张望着自己，还能说什么？收下就收下，以后有了多余的钱再还钱给他吧。就这样，他从一个无车一族，一夜之间就有了一辆300来万的座驾。张翰水开着红色玛莎拉蒂行驶于马路上，体验了一回富豪的生活。他打算晚上去古玩一条街，把从60年代兑换的物资去变现，但现在有了车子就更方便了。注意看，男人穿越60年代换来的钱币，想到古玩市场大赚一笔，哪知价格那么离谱。老板要买古董吗？张翰水淡定开口。黑10元，老毕收吗？小胖先是一呆，半信半疑，接过张翰水地上的币，拿放大镜仔细查看，还是不太确认。你稍等一下，我进去叫个人来看看。小胖子有些尴尬，张翰水直接无语，有些不悦。小胖子陪笑道：大哥，我只是看店的，老板在里头。张翰水都懒得开口和他说话。小胖子松了一口气，赶紧的走向了后门。等老者和小胖子走出来，就见到店里围了一群人，让2人眉头一皱。是黑10元吗？我好像听说过，最近市面上流通了一张黑10元，卖了50万。哇，那卖个10张，在这4、9成也能全款买套房子了。物以稀为贵，9成新，不说40、50万，30万一张是可以的。一下子围绕着张翰水身后的人群七嘴八舌起来。这些人正是张翰水刚刚在小胖子进去叫人时故意吸引过来的。有人竞争，那就更值钱了。小伙子，这张黑10元是你的吗？爷爷，是我爸爸的哦。谁在说话？老者东张西望，众人见了老者的神色，不禁哄堂大笑起来。我女儿。老者见到一个很可爱的小女孩，正抬头看着自己。小姑娘，刚才是你在叫我爷爷吗？是的，爷爷。老者笑逐颜开，把你手中的东西给我看一下。张翰水没有多说，就递了过去。老者用放大镜仔细检查后，脸上才露出了惊喜的笑容。货真价实，这年头能遇到9成新的黑10元，真是少之又少啊！
众人震惊。这样年轻人，我出20万，你卖不卖？我出21万。旁观的一位老大哥马上竞价道，这让老者和小胖子脸色不太好看。隔壁几家古董店的老板也被吸引过来。小伙子，22万卖给我，我马上给你转账。别，我出25万，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一位年轻帅哥也挤进来道，价格一路飙升。30万。就在老者以为稳操胜券时，人群后面出现了一个女子喊道：50万。只见一位国色天香的女子走了上前。刚才是你出的价？给我看看。张汉水把币从老者手中拿过来，尽管老者不情愿，女子接过，如欣赏一件艺术品一样，又取出手电筒照了起来。半个小时后，2维码给我。张汉水与他互加了联系方式，马上他就转了50万过来。张汉水确认了一下，才把老币给了他。女子接过，小心翼翼地装入包中。以后有货联系我。留下这句话，女子就离开了。张汉水摸了摸头，本来以为这张老币卖个20万左右就差不多，不想在众人的助攻下，直接升到了50万。张汉水牵着女儿也要走出店铺。小伙子，等一下！老者追了出来。你有事？张汉水警惕地看着他。小姑娘，爷爷请你去吃东西好不好？彤彤抬着头看向巴巴。爷爷，巴巴去，腾腾就去；巴巴不去，腾腾也不去。你有什么事就直说好了。年轻人不必担心，我只是想和你做个朋友，咱先交个底，以后你有货直接联系我，我可以出高价收你的。张汉水觉得有道理，毕竟自己的货太多，是要找个信得过的，还能长期合作的那种。张汉水点点头，老者笑容满面。那边就有家饭店，我们过去边吃边聊。三人吃着饭。你身上还有没有黑石元了？张汉水没有多说，就取出剩下的9张。丁老眼前一亮，取出随身携带的小手电，扩大镜仔细检查了一遍。这9张的品相都很好，40万一张我全要了，如何？张汉水掏出手机。丁老，刚才那位美女让我加了她的号码，你觉得40万还多吗？丁老倒是老油条。刚才只有1张，现在是9张，所以我能出40万一张，已经是极限了。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没什么好谈的。张汉水从他手中拿过钱，就抱着彤彤向门外走去。45万，48万。见他不聊，丁麻子只好再次加价。49万，真的不能再多了。50万。1分钱不能少。丁老在心里挣扎了一会。行，50万就50万一张。张汉水回头向他笑笑，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加联系方式，我马上转你。丁老咬咬牙，直接转了450万给他。就这样，张汉水1天之内轻松赚得500万。丁老小心翼翼地从他手上接过9张黑石元。张汉水反手给千真真转了200万过去，毕竟他那300多万的玛莎拉蒂到自己手上也算二手。退200万已经仁至义尽。丁老心情大好，热情邀请张汉水去店里聊聊。张汉水想着还有别的东西要和他交易，便欣然。一场意外，男人竟获神秘医经传承，从此他治病救人如有神助，身边人的命运也随之改变。丁老亲自泡上茶来招待张汉水。小张，彤彤喝茶。谢谢爷。丁老甚是欢喜。张汉水端起茶杯笑了笑，茶不错。你这个庭院更是不错。你这黑石元只有10张吗？暂时是，以后不好说。如果我那位朋友还有的话，那就再好不过了。那你有这样的朋友真是太幸运了。这样吧，小张，如果你还有这些东西，随时联系我，只要价格合适，我一定不会让你吃亏的。如果合作愉快，该让的利我还是会让的。那就好，那就好。这句话才是他爱听的。突然丁老惨叫一声，抱着肚子从椅子上滚了下来。丁胖子闯了进来，直冲到他爷爷身边。爷爷，你怎么样了？肾结石犯了，快把我的药拿来。丁胖子马上冲进房间，然后取出了药和水给他喂了下去。可是要吃完，他的疼痛并没有减轻。爷爷，不行就去医院吧。丁胖了劝道。等一等。丁麻子支撑着，显然不太想去医院。丁胖子继续劝道。爷爷，您总是这样，有病为什么不上医院看看呢？你懂啥？我这种已经到了要动手术的地步，爷爷最怕疼，你又不是不知道。而且医生也说了，我这么大的年纪做手术的话非常危险。爷爷，人家有麻醉药，
不会那么疼的。虽然做手术危险，但现在你这么疼，总不可能不进医院看看吧？丁胖子焦急的道。丁老不吭声了，疼的也不想说话，脸色都发白了。爷爷，让我爸爸给你治一治吧。亲阿姨，还有我小姨的肚子疼，可都是我爸爸给治好的哦。爸爸，你说是不是？小家伙说着，拉了拉他爸爸的衣服。爷孙俩个听了小不点的话，一起向张汗水投来了好奇的目光。张汗水笑了笑，彤彤说的没错，但你们别误会，我不是什么医生，只是懂点中医而已。丁麻子一听，没抱什么希望。丁胖子却是眼前一亮，在他的认知之中，中医也不比西医差。那大哥，能不能请您为我爷爷看一看？只要能让他暂时不疼就行，钱不是问题。彤彤，你在一边玩会儿，爸爸给爷爷看病好不好？好的，爸爸。彤彤不走，彤彤在这里陪爸爸给爷爷看病。丁老和丁胖子听了小不点的话，心被融化了。张汗水走过去帮丁老把了把脉，过了会儿才道：2颗肾都有结石，而且都很大，药物治疗很难排出体外，动手术年纪大了又太危险，确实是难。爷孙俩没有想到，这个年轻人只是把一把脉就知道的这么清楚。丁胖子对他更加刮目相看起来。那大哥，能先帮我爷爷止住疼吗？你去拿一床垫子来，必须让老爷子躺平后我才好治疗。你稍等。丁胖子马上冲进了房内，拿了一床垫子，二人扶着老爷子在垫子上躺好。张汗水二话不说，把他的衣服揭开，在老爷子的腹部按摩起来。不一会儿，丁麻子就感觉到了疼痛的地方暖暖的，疼痛感也在缓解。10分钟后，丁麻子喜出望外。小张啊，我是万万没想到，你只是帮我按摩了一会儿，疼痛感就完全消失了。丁胖子一喜，没想到一个卖古董的，还是位医术很高明的中医，对他更加尊重起来。大哥，谢谢你，真的太谢谢你了。爷爷，叔叔，我没骗你们吧？我爸爸看病最厉害了，马上就让爷爷的肚子不疼哦。是的，彤彤，你爸爸非常了不起。丁胖子对小不点竖起大拇指，丁老也向小姑娘眨眨眼睛，这小老头滑稽的样子，马上逗得小家伙。丁老，您这肾结石虽然不好治，但要把石头打下来也不是没有办法。丁胖子半信半疑，丁麻子却是眼前一亮。那就再好不过，还劳神医马上给我治疗。神医不敢当，但您这肾结石我还是有把握的。我相信你。丁麻子现在是非常信任他的。张汗水马上从包里取出了一根银针，点燃酒精灯，用火消毒，对着丁麻子的腰部点扎入。又大约过去10分钟，张汗水才收起银针，取出纸笔，开了一张方子，交到了丁胖子手里。照着方子上的药，抓10副中药，每天煎1副服下，10天之后再去医院检查一下，看看结果就好。好，那多少钱？丁胖子连忙取出手机，就收500块吧。500太少，你转5万过去。丁麻子吩咐孙子道：如果石头真打下来了，我还有厚礼相送。不，丁老，你别为难我，500块钱已经不少了。如果您给我5万块，我以后再也不来您这里了。见他拒绝，丁麻子也就没再坚持。随后，张汗水带着彤彤就离开了。本想谈茅台买卖，见丁老刚发病，便决定改日再议。好在以户家联系方式沟通方，男人直接购买了5万斤的珍珠米，收入空间。见彤彤睡得正香，他打算去60年代待上几天，那边的1天，这边才过去1分钟，待上10天半个月，这边也才过去10来分钟，完全不怕照顾不到彤彤。想到这就对着戒指默念：戒指，带我去那边吧。张汗水就回到了60年代的家，找了一圈家里也没人，于是就拿了一套挖人参的工具，背上背篓向着山上走去。他准备挖点人参拿回现代去卖，结果一连走好几个林子，毛都没发现一根。就在他失去耐心的时候，突然发现草丛里有一株类似人参的叶子，走上前拨开一看，嘿嘿，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呀！还不是一株，而是一窝子。数了数，一共9株长在了一起。张汗水拿起一株看了一眼，他发现每株都达到了100年的参龄。就在他挖人参挖的正起劲时，身后传来了一声狼的呜咽声。张汗水不动声色，手摸到猎枪，回过头去，果然就有一只狼立于10米开外，直盯盯地盯着他。他竟然一个侧身躲开了去。狼向张汗水扑了过去，默念一声进入空间，狼却扑了个空，人没扑咬到，却因为用力过猛，扑咬到了后面的大树干上，撞得头晕眼花。张汗水躲在不远处，狼晃了几下头，口里流着血，疼得他嗷嗷叫。子弹已上膛，对准着这头毒狼，一颗子弹落到了他的榔头之上，狼挣扎几下便两眼一黑去了。张汗水又补了一枪，这才走了过去，用枪头刺了他几下，没有丝毫动静，才放心下来，把他收入空间里面。随后
张汉水才继续挖人参，终于把9株百年人参挖了出来，全部收入空间里面，然后四周转了一圈，没有再发现人参的踪迹，果断下了山去。水哥哥，你又上山打猎了？嘿嘿，刚才打到一只狼，等下我们吃狼肉火锅。听姐姐说火锅太贵了。不贵，我有美团团购团的，团美食茶饮5折起，吃一顿火锅能省大几十呢。5一出游，吃喝玩乐我推荐美团团购，美团团购变好多，省好多。张汉水立马处理起从山上打的狼，先是把他的皮剥了，准备了一桌狼肉火锅。秋丫看着盘子里的肉，马上绕着桌子转圈圈，馋得不行。张汉水笑着拿起水壶，给他倒了一杯子果汁饮料。秋丫看着杯子里的水，黄澄澄的，拿起杯子品尝了一口，让小姑娘眼前一亮，脸上也露出惊奇的笑容。水哥哥，这是什么水？可真好喝，带着果香的味道，又甜甜的，秋丫以前都没喝过啊。果汁饮料就是用水果榨的汁，再加入一些香料配制出来的果汁水。秋丫喝得开心，但也就喝了2口，就没有再喝下去。这一幕马上被张汉水看到了。秋丫为什么不喝呀？小姑娘被问得犹豫了下，才小声的道：水哥哥，这么好喝的果汁，我想留着姐姐和哥哥一起回来喝。傻丫头，水壶里还有一大壶，不差你姐姐和哥哥喝的，你喝完它不够我再给你倒一杯。小姑娘马上开心的笑出声来，谢谢水哥哥。然后才小口小口的把杯中果汁喝完。张汉水想着几天没见了，把大家都叫来，让他们吃顿好的。晚饭过后，各回个家。林萍萍在回家之时，张汉水对她说了2句话，让她很高兴。凤丫，我晚上打算和萍萍一起上山打猎。张汉水和姐弟4人打了一声招呼道：水哥哥，要不要俺和你们一起去？张汉水看了看他，下次吧，今天有萍萍一起去。凤丫立在原地，他是真的想去，但没有他的点头，也不敢强行跟着去。张汉水拿着一把猎枪，一个背包，还有一盏戴在头上的探照灯。打开背包，又取出一个头灯给林萍萍，带上它，双手就可以空出来了。林萍萍喜出望外，就迫不及待地往头上戴去。2人继续往山中走去。晚上走在树林里面，怪让人害怕的。突然，林萍萍惊呼道：注意看！2个男人深夜上山捕猎时，惊讶地发现明明飞不高的野鸡竟钉在大树上休息。男人迅速拿起猎枪瞄准，一阵突突过后，几只野鸡中枪掉落，其余的因惊吓过度飞走了。林萍萍连忙跑了过去，将野鸡装入背篓里，开心的不行。水哥，一共5只呢，你太厉害了。张汉水笑而不语。走着走着，前方突然传来一阵吼声。张汉水立刻停下脚步，警惕起来。水哥，是老虎。林萍萍脚都吓软了。水哥，我们走吧，白天还好一些，晚上碰到老虎死路一条。林萍萍马上打起了退堂鼓。张汉水点点头，那我们就去那边吧。 2人改了一条道，如果是白天遇到老虎，还能搏一搏，但晚上他不想冒这个险，毕竟带着林萍萍，自己可以躲进空间里面，但他怎么办？林萍萍松了一口气，紧随其后。2人小心翼翼地走着，突然又一个声响从前面传来，张汉水停下了脚步。水哥，你看到什么了？张汉水用头灯往眼前的大树上照了照，林萍萍也往树上照去，只见一头土豹子正在树上啃食着一头梅花鹿的尸体，吃得正香。豹子察觉2人后，张开了血盆大口，龇牙咧嘴起来。别怕，慢慢后退。张汉水举着猎枪，一步步往后退去。林萍萍慌得不行，和他一起倒退。突然，土豹子纵身从树上跳下，就向2人奔驰而来。快跑！张汉水只想让林萍萍赶紧脱离危险，尽管他跑得飞快，但是豹子更快。才一眨眼睛的功夫，土豹子把他撞得人仰马翻，栽倒在地上。他惨叫着，背后撕心裂肺的一阵疼痛感传来，随后一股带着血腥和臭味的热气扑面而来，吓得他瑟瑟发抖。他以为自己这次在劫难逃时，一声枪响震痛他的耳膜，加上刚才的惊吓，一下子晕死过去。一股清凉扑面而来，林萍萍一个机灵睁开眼睛，怎么回事？我死了吗？他寻思着，眼神迷茫的四处张望。当他看到张汉水的脸时，才松了一口气。没死，我还活着。看着倒在一边的豹子，水哥哥，谢谢你救了我一命。不用谢，你人没事就好。明天我们又可以吃爆肉火锅了。水哥吃火锅太贵了。不贵，我有美团团购团的，团美食茶饮5折起，吃一顿火锅能省大几十呢。5一出游，吃喝玩乐我推荐美团团购。把他从地上扶起，查看了一下他的背部，有几个爪子刮伤的伤口，幸好只是皮外伤。刚才好险。林萍萍后怕道，起身看了看身边倒地的豹子。水哥，有没有200斤？差不多。林萍萍喜出望外，今天晚上没白上山一趟，只是200斤的豹子，要想扛下山去有点难。你背上受伤了，不合适用力过猛，
还是让我来吧。张汉水把猎枪交到了林萍萍的手中，扛起200斤的豹子就向山下走去。水哥，你的力气为什么这么大？张汉水不知道如何回答。他自从易经里面学习了气门功法，力气就大得惊人。林萍萍背着背篓，装着5只野鸡与他的猎枪，走在他的后面，还跟不上他的步伐。水哥就是猛啊！扛着200斤的豹子还能健步如飞，自己一定要抱好他这条大腿，跟着水哥混有肉吃。2人加快脚步，很快就回到家。凤丫就从屋内赶紧迎了出来，见是2人平安归来，悬着的心才放下来。他被张汉水背上扛的东西吓了一跳。水哥哥，这是什么？土豹子。张汉水把他扔在地上，凤丫凑前一看，见他死了，才松了一口气。水哥，这豹子怎么处理？张汉水取出2把刀。萍萍，今天晚上就处理好，明天我们要去县城一趟。好，没问题。林萍萍笑着应道，接过刀帮忙起来。萍萍，这10斤豹子肉和2只野鸡你带回吃，我会跟你爹说一下，明天借队里的驴车去县城。水哥，你给太多了，我都没帮上什么忙，拿1只野鸡就行。林萍萍不太好意思道，张汉水直接塞到他的怀里。以后还有合作的机会，如果你不收下，下次我怎么好意思再找你？那好吧，谢谢水哥。林萍萍非常感动，将肉和野鸡。99%的人都不知道，男人拥有一个惊人的秘密，手指上的戒指内藏着一方神秘空间，里面足足有5万斤白花花的大米。这天张汉水打算去黑市用大米换些60年代的物资。林萍萍赶着驴车，带着林娜、小妹、张汉水几人赶着驴车往村外而去。3个小时后，几人终于来到黑市。萍萍，你就守在车上，我带大妹去黑市转转，小妹也留下来。兄妹3个也没什么意见的。张汉水扛了一包大米进去，林娜帮他提着秤，一起走进了黑市。县城的黑市大得多，人也多，摆摊的多。张汉水找了处空地，就和林娜摆起了摊来。后生，你这是卖什么？张汉水朝大妈笑了笑，打开袋子，里头的大米差点没闪瞎大妈的眼。他左右张望了一眼，小伙子，你这大米怎么卖？有粮票1毛4分，没粮票2块。大妈犹豫了下，2块是不是贵了点？加杂粮的大米没粮票，在这黑市里都要1块3、4一斤。自己这啥也没加的优质大米，大妈这是得了便宜还卖瓜啊！张汉水看破不说破。当然，如果你没有粮票，也可以用酒票和商品票来换。1张票我给你兑换1斤大米，如何？大妈一喜，后生，我这里还真有12张酒票，你可别骗我，真的1张票换1斤这种大米。张汉水也不多说，取了一个黑色袋子，直接给他称了12斤珍珠米。大妈交易完，没有马上离开。大米2块1斤是吧？张汉水点点头。有粮票1毛4，没粮票2块，您还要吗？是的，给我再称50斤，这是100块钱，您数一下。大妈也不多说，直接取出1叠钱给他。他看了看，黑10元，而且都是10成新的，拿到那边去，50万1张，500万就到手了。好，我这就给您称。张汉水马上取了一个黑色的大袋子，林娜帮忙装米，称了一下，51斤，这多出的1斤就送你好了。大妈笑得合不拢嘴，后生真好，下次如果你还来，我还到你这里买。张汉水笑而不语。大妈走后，就有越来越多求粮食的人走了过来。一会儿，他剩下的一包038斤的大米兑换了个精光。兄弟，要票吗？就在张汉水与林娜要离开之时，一个小青年朝他走了过来。大妹，你先回驴车上去找你哥，我马上就回。下面的事情不能让林娜知道，他只能把林娜打发走。林娜犹豫了下，才点点头离开。大哥，我刚才见你有这么多大米，不知道你是从哪儿弄的？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做这个的，但他的身份特别，不便对外透露。张汉水只能用我有一个朋友来回绝他了。票贩子耐人寻味地笑了笑。那你还有这种大米吗？张汉水上下扫了他一眼。有是有，关键是你这里有没有我需要的东西？小青年一喜，有票，各种票都有，不知道你要哪些票？粮票、酒票，各种商品票我都要一些，还有第一套老币，或直接用钱来我这里兑换都可以。票都在这，你要什么票自己选。张汉水看了看，果然是票贩子，什么票都有，马上挑选起自己要的票来。不一会儿，他就挑到了自己需要的一些票，算了一下，2块1斤。哥们，这些票总共能兑换1000斤大米，你自己算一下对不对？小青年马上算了算，然后笑道：对，不过你真的能拿出1000斤大米？你等一下，我去就来。张汉水没有多说，直接走进一边的林子里头，东张西望，见无人，才从戒指空间里面取出了10包大米，才走了出去。小青年等了一会儿，就见张汉水在100米开外的树林里面向他招手。票贩子一喜，突然又想到了什么，他这鬼鬼祟祟的，不会另有所图吧？主要是怕他黑吃黑。回过头对不远处的一个男子使了个眼色，然后才向张汉水那边走了过去。1000斤大米，你检查一下。小青年看着地上的10包大米，目瞪口呆，马上上前一一打开查看，立马喜出望外。邢大哥，你厉害，这是票，给你。张汉水接过票，检查了一遍，直接走人。水哥，现在去哪里？林萍萍见他回来，松了一口气。第一次来城里的黑市，有些担心张汉水会出什么意外。张汉水想了想，你们不是第一次进城吗？那就到处逛一逛，然后去药店把那个熊胆卖了，再去供销社买点东西。
好嘞。林萍萍也是开心，就赶着2头驴向街道上而去。林娜真是做梦都想不到，张汉水把熊胆卖给药店，卖了500元，获得50张10成新的黑10元。要知道，现在1张黑10元价值50万，一个熊胆竟稳赚2500万。又到供销社买了50瓶茅台，10斤大白兔奶糖、猪大骨、猪蹄，10斤猪肉馅饺子，带着几人在食堂大吃一顿后，赶着驴车回到林家沟。萍萍、大妹、小妹，这2斤猪肉馅饺，1斤大白兔奶糖给你们的，拿着。那个水哥哥，我们啥也没干，你又带我们去食堂吃了顿大餐，再要这些就太不地道了。林娜和小妹也不好意思上来见。谁说你们没功劳？萍萍你赶车，大妹帮我一起摆摊，小妹手驴车，一起把大米运送到城里，这就是功劳。张汉水只能交到小妹的手里，让她拿着和哥哥姐姐回了家去。林大山看着带回来的东西非常开心，突然想到了什么。萍萍，你去喊一下水哥，我有事情和他谈谈。好的爹。林萍萍马上转过头，快步地走向张汉水的住处去。水哥哥，晚饭俺已经做好了，快洗洗手吃吧。那你们吃了吗？张汉水看了看大郎他们，大郎、二郎、秋丫同时摇摇头。水哥哥，俺们就等你回来吃了。没想到他们还等自己到现在，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张汉水笑了笑，取出了一个小袋子，交到凤丫的手中。2斤猪肉馅饺子，拿去煮了吃。一听到是猪肉馅饺子，姐弟几人便不淡定了。凤丫乖巧的点点头，就接过走进了厨房煮去。张汉水又提着一个袋子来到了隔壁的李寡妇家里，敲了敲他的院门。水哥哥，听说你今天和平平哥进城了？是的，这不刚回来。这是2斤猪肉馅饺子，我特意从城里食堂买回来给你们尝尝鲜。张汉水把袋子递给了少女道。小枣听了，心里非常的感动。自从他的父亲去世后，家里没有顶梁柱，日子过得更加艰难起来。对了，小枣，把双手摊开。张汉水的头灯照在少女的双手上，只见她的手指节上都是老茧，这是长期干粗活磨出来的。抓了一大把大白兔奶糖放到她的手中，小枣不知道该说什么，但泪水已经在眼眶里打着转。城里供销社买的，给你和大枣，你娘带了点。水哥，我爹让我来喊你去我家一趟，他有话要对你说。好。张汉水马上跟着林萍萍走去他家里，只留下小枣立于门口，望着2人离去的背影。水哥，有件事情和你谈一谈。如今你已经落户我们林家沟，那就是我们队的人。眼下队里面有2个地方可以让你选择，一是上工，2是当护林员。上工的话，那就没那么自由，每天按部就班挣工分。护林员的话相对自由一些，一是要在林子里守着，衣食住行都在山上，2是非常危险。咱队里面上一个护林员就是被野猪偷袭而死，所以你要考虑清楚。水哥哥，我觉得你还是和我们一起上工吧，当护林员太危险，那是用命去赌的，你可要三思而后行。林萍萍马上劝道。是啊，水哥哥，还是和我们一起上工的好。2妹、3妹、小妹也同时点点头。她想来想去，自己有戒指空间的助力，这些危险就显得太微不足道。山叔，我想了想，没人比我更合适当这个护林员。前些日子我打了一头黑瞎子，昨天晚上和萍萍上山，又打了一头土豹子，而且我还有医术和猎枪，力气也大于常人。比起别人，我觉得还是我去吧，你说呢？尽管林大山还是有些不放心。这样，你先试试，不行我再把你换回来也行。回家之后，水哥哥，队长喊你去有事。上工的事情，一是上工，2是当护林员。我选择了当护林员，所以明天开始我就不在屋里住，要搬到山上的小木屋去守林子了。凤丫点点头。那你要小心野兽袭击，保护好自己。张汉水点点头。凤丫，今天上工了。第一天暂时6分，以后我干得好还会加到7分。张汉水点点头，心里却惦记着女儿彤彤，打算趁无人时回饭店那边看。戒指，快带我回去吧。突然就回到饭店这边，看了看身边的女儿，还睡得很香。到吃早餐的时候，发现女儿闷闷不乐的。彤彤，你咋了？爸爸，我想姥姥姥爷了，你带我回去好不好？他看着女儿，心里满是无奈，自己也想要的答案。彤彤，吃完早餐，爸爸就带你去姥姥家好不好？爸爸真好。彤彤开心的笑道。爸爸，今天您煮的饺子太好吃了。当然好吃，这可是60年代带回来的饺子。张汉水笑容满面。爸爸您也吃。张汉水关了门，挂上休业2天的牌子，然后带着彤彤开车去岳父岳母家。姥姥姥爷，彤彤回来了，快开门，小姨。秀珠，爸妈不在家吗？姐夫，爸爸妈妈和姐姐去买菜去了，等一下就回来。赵秀珠马上给父女俩端茶，拿零食给他吃。门从外面打开，回头看去，就见岳父岳母和妻子提着买的菜回来了。张汉水赶紧上去帮忙，只是3人没给他什么好脸色，对彤彤也不冷不热，完全没有以前那种热情了。赵秀丽坐在沙发上，也是冷着脸，没有和他多说一句话，连彤彤主动靠近他都没有给一个笑脸。秀丽，我们……你不用说了，这个婚礼定了，明天上午10点咱民政局门口见。他一句话还未说完，就已经被赵秀丽堵了回去。姐夫这么好，你为什么就不知足？
还要离婚？秀珠，这是大人之间的事情，你一个小孩子懂什么？是，我是小孩子，你比我大，但你比我还不懂事，你知道吗？姐姐，听我一句劝，你离了他一定会后悔的。还有彤彤，你难道不要他了吗？这是两码事，不能因为有了彤彤，我就不能和他离婚了。即使离婚了，我照样是彤彤的妈妈。可是，秀珠，别没大没小，你姐姐的事情你别管，知道吗？丈母娘从厨房走出来，朝小女儿吼道：“妈，回房去，回房去，听到了没有？”赵秀珠气得脸都红了，生气地跑进自己的房间。爸爸，姥姥和妈妈好凶，彤彤害怕。张汗水摸着彤彤的头，也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女儿才好。彤彤，从今以后你也别想着回姥姥姥爷家，因为你爸爸妈妈就要离婚了，以后你就跟着你爸爸生活，这里不再是你的家，知道了吗？对于岳母的话，赵秀丽选择了冷眼旁观，间接的等于默认了她母亲的话。赵晓东捧着报纸一声不吭，也是等于默认了妻子的话，同意大女儿与张汗水离这个婚。张汗水，你别想着不离婚就没事，就算你不肯离，我们还是会单方面提起离婚诉讼的。至于财产，你就更别想了，就连彤彤都是我们养大的，彤彤这3年半的抚养费，我没问你要就是好的，你就是个窝囊废。我家秀丽嫁给你也是倒了8辈子的血霉了。张汗水没有理睬丈母娘的话，而是把头转向了妻子那边。秀丽，不管这1年之内我们有什么误会，我只是想再问你最后一句，你真的要和我离婚？阮娟娟见自己被他无视，气得两眼冒金星。张汗水，我再说一遍，明天上午10点民政局门口见，听明白了吗？好，我已经有了答案了。彤彤，他们不要你，爸爸要你，以后就由爸爸来好好照顾你，让彤彤每天开开心心的，好不好？张汗水搂着女儿温柔的道。彤彤看了看姥姥姥爷，又看了看妈妈，见他们都不理自己，也不哭不闹，向爸爸点点头，双手紧紧地搂住了爸爸，一声不吭。秀丽，明天上午见。张汗水还是非常友好的和他道别，然后抱着彤彤离开了丈母娘家。张汗水前脚抱着彤彤出门，后脚丈母娘就把他带上门的2瓶酒和一些蘑菇、野菜等山货，连袋子一起扔出了门外，迅速关上了门。张汗水回头看看门口的垃圾桶，心里五味杂陈的。2瓶50年代的茅台和一些特地带来的山货，竟然被丈母娘扔进了垃圾桶里，摇摇头，转身去。一位大妈迎面走来：“小张，好久没见到你了，带彤彤出去玩嘛？”“是的，马大妈，你出去买菜呢？”这位马大妈就是和她丈母娘的邻居。“是，小张，有空来家坐坐，大妈给你和彤彤做点好吃的。”“我会的。”张汗水笑道，瞧了一眼马大妈的袋子里面买的都是超市打包的剩菜，突然想到了什么，转身走到丈母娘的房门口，把袋子捡了起来，伸到了马大妈的面前。“大妈，这是我今天送给孩子姥姥姥爷的一些乡下采的蘑菇、野菜，还有2瓶酒，他们不喜欢，希望您别嫌弃。”“小张多好啊，只可惜不受这家人待见。”“妈，这里面是什么？你从哪里买？”真没想到，男人去丈母娘家，礼物被无情扔出，可这被嫌弃的礼物竟价值100万。这是隔壁老赵家的上门女婿小张孝敬岳父岳母的，被他们扔进了垃圾桶里面。刚才我回来遇到小张抱着彤彤出门，小张好心就送给了我，我刚刚还去敲了老赵家的门，问他们要不要。阮娟娟还生气地数落小张没出息，嫌弃小张送的这些礼物上不了台面。马大爷听了也是叹息道：“小张这孩子挺好的，何况一个女婿半个儿呢？”马冬美一边听着父母的谈话，一边好奇地打开袋子，看看他给丈母娘带了什么，才会惹得阮娟娟大发雷霆。猴头菇，还有羊肚菌，1只处理好的土鸡，还有干针膜，这个是猪嘴膜，还配了1袋子皂灰，是用来给猪嘴膜消毒的，还有一个卤猪蹄，2瓶茅台酒，这些可都是好东西啊，怎么会是上不了台面的东西？马冬美马上替张汗水抱不平道：“茅台酒。”马大爷对酒还是挺上心的。“不对劲，这太不对劲了。”当马大爷拿起2瓶茅台看了又看时，嘴里不停地叨叨着同父的话：“爸爸，哪里不对劲？还是说这2瓶是假茅台酒？”“不。”马大爷赶紧地摇摇头：“冬美，不是酒的问题，而是酒瓶之上的生产日期与包装不太对劲。”“生产日期咋了嘛？”马大妈有些着急问道。“上面的日期是50年代生产的，你们说奇不奇怪？”马冬美赶紧从父亲手中接过酒瓶查看，又看了看另一瓶的生产日期，也是震惊当场。“还真是50年代的日期，难道这是2瓶50年代产的茅台？”马大爷摇摇头道：“我也不确定，我们这栋楼的齐大爷是好酒收藏家，对老酒非常有研究，只要叫他来看看，真假一目了然。美，你去找一下齐大爷过来，让他来看看。”“好的，爸爸，我这就去。”不一会儿，有个70左右、面色红润的老者来到了马家。“马老弟，听小美说你弄了2瓶好酒，什么酒啊？”也没抱什么希望，毕竟马大爷家的生活条件
他清清楚楚。50年代的茅台，你感不感兴趣？马老弟，你可真会开玩笑，这怎么可能呢？真真假假，老哥你自己看看不就知道了。齐大爷往酒瓶上看了一眼，让他目瞪口呆，又取来了扩大镜查看了一会儿，来来回回的扫了几10遍，这才看向了马大爷。是50年代的，一点儿都假不了。齐哥，这值多少钱一瓶？最少50万，拍卖的话有的时候能卖上好几百万。也就是说，这2瓶酒最少值100万。马大爷、马大妈都一起望着齐大爷，齐大爷赶紧点点头。是的，这2瓶酒最少100万，怎么样，马老弟？100万我给你拿下他们。不行，这酒不能卖，卖了可是要吃官司的。马大妈也同时点点头。是的，这也太吓人了，2瓶酒100万，不敢卖，不敢卖呀！什么意思？吃啥官司？齐大爷一脸懵逼的望着夫妇俩。齐大爷，其实这个酒不是我家的。马冬梅马上解释了一下，齐大爷这才恍然大悟。这阮娟娟也不知道该说她什么好。齐大妈摊摊手，可不是。他们夫妻俩从一开始就不希望女儿嫁给小张，巴不得小张早点和赵秀丽分了，好令寻金归婿，也是委屈了小张这么好一个孩子，摊上这么个丈母娘和老丈人。听说小张开的饭店生意不是很好，不应该有钱买得起这种老酒才对吧？为了以防万一，我觉得还是把小张叫过来当面说清楚才好。马大爷连连点点头，这毕竟是价值100万的东西，搞不好是要引起纠纷的。看向女儿那边，美美，你有小张的电话号码吗？没有，不过小区群里有小张的号码，我查查看。向张汉水连发了几个语音过去催他来家里。怎么样？齐大爷追问道。还没回。回了没？马冬美又摇摇头，突然又点点头。回了，小张说1个小时后到。几人松了一口气。1个小时后，马大爷，刚才冬美说你们有急事找我，不知道啥急事。马大爷指了指桌上的2瓶酒。小张，你知道这是50年代的茅台吗？张汉水点点头，知道，本来是孝敬岳父岳母的，他们不要，我就送给了马大妈。这酒已经是马大妈的，和我没关系。几人是目瞪口呆。小张，你一定是在和你岳父岳母赌气，对不对？说赌气，还真有一点点，也是真心送给马大妈的。冬美，把你的手机给我，我张汉水自愿把这2瓶50年代的茅台赠送给马大妈，完全自愿。接过手机，打开录音，然后把手机交到了马冬梅手中。好了，马大妈、马大爷，我已经录了音，你们可以放心收下了。爷爷奶奶、阿姨再见。父女2人便离开了，只留下几人一起目瞪口呆。马大妈，看来小张是真心把他们送你的，你看看，这是留着你们自己喝，还是50万一瓶卖给我呢？马大妈马上看向丈夫和女儿，卖不卖？马大爷笑道：还他妈，这酒是小张送你的，你自己拿主意，我们是舍不得喝的，也喝不起。妈，我和爸爸一个意思，由您来做主。大妹子，50万一瓶你绝对不吃亏，留着对你们来说意义不大，还要担惊受怕，遭贼惦记，啥时候没了都不知道，不如换了钱，把钱拿到手里，100万对你们来说可不少了吧？马大妈点点头，不过我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当然行，我马上转过去。100万，这就到手了。妈，没想到你一夜之间就成了100万，真是做梦都想不到。昔日高考状元被现实狠狠击垮，身处人生低谷时，竟遭妻子背叛。小兰，我和张汉水要离婚了，已经约好了，今天上午10点民政局门口见。宫兰直接被震惊到了。不是吧，秀丽姐，水哥哥这么好的男人，你为什么要和他离婚？他好吗？赵秀丽语气之中带着不屑。是，我承认以前他在学校里是很好，超级学霸，有不少女孩子暗恋他，追求他，其中也包括我，但那是以前，现在的他就是个窝囊废，这种男人要来干什么？所以这个婚我必须和他离，不然他就是我的拖累。宫兰惊呆了。张汉水在赵秀丽的心目中竟一文不值，难道说只是因为没有创造财富，2人就要离婚？水哥哥愿意离吗？他肯定是不愿意的，但由不得他，一切我说了算。秀丽姐，那彤彤怎么办？彤彤的事情我已经和他谈好了，由他来抚养，能不离吗？其实你不知道，那天去他的店里，我就让他把离婚协议签了。办公室的门从外面敲响，就见门外立着一个高大帅气的男人，这个男人名叫赵立天，是赵氏集团董事长赵天鹤的小儿子，吃喝嫖赌是样样精通，也是一个心狠手辣的小人。赵公子，你怎么来了？赵立天听了他的问话，脸色阴霾起来。小兰，你先出去，我有事情和赵公子谈一谈。就在这时，赵秀丽走了过来，马上把办公室的门关上。宫兰把耳朵贴在了办公室的门上，偷听起来。立天，你怎么来我公司了？过来看看。怎么不欢迎？当然欢迎，求之不得。对了，你和你那个窝囊废老公什么时候去离婚？上午10点，差不多时间快到了。很好。立天，你真的爱我吗？当然爱你，不爱你，我干嘛要和你在一起？你了，爱不爱我？
爱，我也爱你。然后办公室内就传来了二人不堪入耳的声音。宫兰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才是赵秀丽要和张汉水离婚的真正原因。水哥哥，你现在在哪里？宫兰拨打了张汉水的电话，问道：哦，小兰，我在去民政局的路上，有事吗？好，我马上来找你。挂了电话就出了门去。宫兰打车来到民政局门口，就见到张汉水一个人坐在台阶上抽着烟，赶紧走过去，在他的身边坐下来。小兰，你不是在上班吗？秀丽允许你出来见我，还是说是他派你来的？对于宫兰的人品，张汉水还是挺欣赏的。宫兰沉默了一会儿道：水哥哥，有件事情不知道当讲不当讲。你说。赵立天，你认识吧？张汉水想了想，你说的是赵氏集团董事长的小儿子，人送外号赵公子的赵立天吧？宫兰点点头。干嘛提他？张汉水觉得有些不对劲，他没有马上回答，过了一会儿才道：你不知道。张汉水一脸懵逼。宫兰这才明白他还蒙在鼓里，一时不忍心告诉他这个事实，怕他受不了这个打击。水哥哥，事情是这样的。于是宫兰把自己偷听到的赵秀丽与赵立天的谈话，以及听到了二人不堪入耳的声音，一五一十的告诉了他。张汉水惊呆了，无比震惊。如果不是宫兰告诉自己，自己还被蒙在鼓里，但他很冷静，仿佛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水哥哥，你就不生气吗？见他一声不吭，宫兰忍不住问道：小兰，你觉得我需要生气吗？怎能不生气？只是表面上没爆发而已。宫兰点点头，又摇摇头。难道你不恨他们俩？不恨秀丽姐背叛了你？张汉水摇摇头。有些事情自己明白就好，不需要说出来的。你为什么要把这件事情告诉我？毕竟他才是你的老板，你这样做等于背叛了他。水哥哥，你别多想，我只是为你抱不平。秀丽姐这么做太对不起你了。宫兰有些愤愤不平的道。张汉水没有想到宫兰会站在自己这边。谢谢你把这件事情告诉我。他点点头，不知道该如何接话。上午10点55分，张汉水和赵秀丽一人拿着一本红色小本本，同时走出了民政局大门口。张汉水，从今天开始，你我再无瓜葛，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与我家人的生活。赵秀丽突然警告的道。你知道就好。张汉水不想和一个背叛自己的女人多说什么，只想离她越远越好。张汉水走到马路边，开着自己的车子，头也不回的而去。玛莎拉蒂，他什么时候买的车子？见到他开的车子，赵秀丽一脸懵逼，没有想到他已经开上300万的玛莎拉蒂了，但转念一想，觉得他买不起这么贵的车。租的，他一定是租的车子。这个窝囊废连养活自己都难，怎么买得起几百万的车？男人身处低谷时，惨遭妻子背叛，意外获得衣经传承，从此人生开挂。水哥哥，你到了没有？电话那头传来了千真真催促的声音。是景色华庭别墅区正门吧？已经到门口了。张汉水本不想来千真真家里做客的，但架不住他再三邀请，还是来了。这些别墅，真真多少钱买的？千真真寻思下，好像是10个亿吧。叔叔阿姨，不知道你们喜欢什么，我给你们带了一些山里的土特产，希望你们不要嫌弃。张汉水把一个袋子放到了桌子上，千真见了眼前一亮，对这些土特产很感兴趣，伸手打开了袋子。野生猴头菇，这是猪嘴蘑，还有羊肚菌、榛蘑干、一只土鸡、鱼腥草、香椿、皂灰。你还真有心，山里面采摘的野生菌，美味又健康，你有心了。张汉水摇摇头，叔叔夸张了，也就是一些山货，值不了几个钱，只要叔叔阿姨喜欢就好了。喜欢，当然喜欢，健康又美味，我们都喜欢。小张，不好意思啊，刚才我们一时忘记让你把彤彤妈妈也叫过来一起吃。千震点点头，还真忘了，下次吧，下次再叫上彤彤妈妈。张汉水只是点点头，没有多说，目光向上，看到墙上挂的相框，赞叹道：“这个妹子还挺漂亮的，不过看起来有点眼熟，好像在你手机见到过。”这不是我正在玩的游戏《潮汐守望者燃烧军团成员泽娜》吗？单体持续性伤害超强的女战士，而且这款游戏还是欧美 CG 魔幻塔防策略手游，画面精美堪称好莱坞大片。你喜欢的话，也来体验一下。爷爷奶奶，妈妈不要彤彤了，也不要爸爸了，姥姥姥爷也不要彤彤了，妈妈还要和爸爸离婚，彤彤都已经知道了。三人一听，脸色立即五味杂陈起来。小张怎么回事？叔叔阿姨，其实今天上午我与彤彤妈妈已经到民政局领了离婚证，从今以后我和彤彤妈妈就分道扬镳，她妈妈也不要彤彤的抚养权，所以彤彤以后要和我一起生活。事到如今，张汉水也只有坦白道。三人听到真相后，不知道该如何安慰父女俩，更心疼彤彤，小小年纪的就已经失去了母爱。没事，小张会慢慢好起来的。突然之间，楚晴晴就不停地恶心起来，
马上起身冲进了卫生间里面呕吐。爸爸妈妈这是咋了？千真真担心的道。千仞摇摇头，不知道，可能是突然的胃反酸，又或者突然说不下去了。千真真突然眼前一亮，爸爸正好，水哥哥懂医术，让他帮妈妈看看。千仞也是一喜，对，小张能治好真真的病，一定也能看出你妈妈身体哪不舒服。张汉水没有吭声。小张，对不起，让你看笑话了，不过我没事，过会就好了。你们继续吃，我到沙发上坐坐。楚晴晴说着走出了餐厅。没事，小张，吃完了再看，毕竟是客人，也得先吃饭。晴晴，正好小张在这里，就让他帮你把脉。他是非常爱自己的妻子。那小张阿姨就麻烦您给我看看。张汉水笑了笑，没事的，阿姨，举手之劳而已。就给楚晴晴把起了脉来，稍后才道：阿姨，你最近是不是一直恶心想吐，偶尔伴随着呼吸困难、口干、口苦、腹胀等症状？99%的人都不相信，千亿总裁为救患病妻子，不惜花光家产。我妻子这些症状是什么病引起的？是啊，水哥哥，我妈到底怎么了？张汉水没有回答妇女的问话，而是看向女主人。阿姨，你现在还有恶心和呕吐的感觉吗？有，很不舒服，脸色也不太好看。阿姨您躺下，我用银针扎一扎就可以缓解症状。三人点点头。张汉水马上从包里取出银针，揭开他腹部的衣服，然后一针一针的扎下去。楚晴晴没想到9针下去自己一点不疼。晴晴，你现在感觉如何？千仞关心的问道。没事，小张医术精湛，被他一治，全身上下舒服的不得了，胃口大开，我现在起码能吃下3碗饭。妇女一听，喜出望外。爷爷奶奶，我爸爸的医术可好了，上次小姨肚肚疼，也是爸爸给小姨按摩了几下就不疼了哦。小不点奶声奶气的话，马上让现场严肃的气氛变得欢声笑语起来。钱叔叔，我这个人有个习惯，吃了晚饭后必须到处走走。我看这小区风景不错，要不您带我和彤彤去转转？千仞一时没反应过来，随后秒懂，马上起身笑道：好，正好我也有这个习惯。小张、彤彤，请跟我来。张汉水也不多说，拉着女儿的小手跟在后头。我也去。千真真也跟在三人身后，主要是想问问他母亲的病情如何。小张，我知道你散步是真，故意避开你阿姨也是真吧？爸爸，我们还不走吗？我想吃炸鸡了。我听说你的饭店一直处于亏损状态，还有钱买炸鸡吗？闲鱼有省钱神券，汉堡炸鸡9块9就能买全套，真的特别省。吃喝玩乐，我先推荐闲鱼，闲鱼真的太神奇了。突然，千仞严肃地问道：“不得不说，男主人不是一个简单的人。千叔叔，你得有个心理准备。”您说。千真真的表情也变得严肃起来。张汉水也很严肃。初步诊断与分析，我觉得楚阿姨可能是患有慢性肾衰竭，也就是俗称的尿毒症。目前为止，肾功能衰竭几乎是不可逆转的一种疑难杂症。一般情况下都是药物治疗，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肾移植，但一般情况下等不起，也很难配型。再者，就算等到肾源移植成功，也会出现很多不可意料的可能性，比如手术失败、术后排斥等状况。当然，我们可以往好的方面想，毕竟术后也有很多恢复健康、正常生活的。父女俩表情一下凝固。千仞万没想到自己的妻子病情如此严重了，千真真也是失魂落魄，眼泪扑通扑通的就往下流。小张，求求你帮忙治好晴晴，求求你了。水哥哥，帮帮我吗？帮帮我吗？这样，小张，如果你治好了晴晴，多少钱你随便开，1亿、10亿、100亿、1000亿，哪怕是我的一切，只求你把晴晴治好，好不好？水哥哥，帮帮我吗？帮帮我吗？父女俩一下失控道。张汉水摇摇头：叔叔，真真，这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我现在顶多是个野医，是不能随便给人行医的，更不会趁火打劫乱收费。没有行医资格证又怎样？只要你能治病救人，只要你能治好阿姨的病，那你就是真正的医生。小张，你现在就给叔叔一个答案，你楚阿姨的这个病你到底能不能治？张汉水寻思起来，根据医经里头所传承的医术，还真有一种能治愈这种肾衰竭的方法，只是治疗过程比较复杂。这样子，钱叔叔，你明天还是带阿姨上医院进行科学的检查检查，如果和我诊断的一样，如果你们信任我的话，那就来找我；如果你们不信任我，要在医院进行治疗，那是你们的权利。不过我先向千叔叔交个底，虽然不能100%的保证一定能把楚阿姨这病治好，但也不是没有可能，关键看你们如何选择。好了，千叔叔，真真，时间也不早了，明天彤彤还要上幼儿园，向楚阿姨说一声，我们就先走了，有事情电话联系。爷爷，姐姐再见。彤彤说完，便拉着巴巴的手离开了，留下父女俩望着二人渐行渐远的背影，久久不愿动弹。你绝对不敢信，张汉水给富豪妻子看病，狂赚1个亿，还白得一套房。明天我们带你妈先去医院检查一下，确认你妈是不是尿毒症再说吧。爸爸，就算水哥哥不能完全治好妈妈的病，但他给妈妈按摩、扎针灸，就能缓解妈妈的病情。这样一来，有水哥哥的保守治疗，妈妈就不用那么难受了。
一语惊醒梦中人。如果小张通过按摩与针灸就能帮妻子缓解病情，还不受苦，必须得让他来治疗啊！珍珍，快给小张转1个亿过去！你告诉小张，无论能不能治好你妈，只要他能缓解你妈的病情，我直接给他10个亿。好的，爸爸，我这就给水哥哥转。还有珍珍，你上次说送给小张的房子准备的怎么样了？已经买下，但装修要一定的时间，3天之内搞定。我让三叔去办，你就别管了。这样就太好了，爸爸，让妈妈多追剧听歌，也可以舒缓心情。对，我咋没想到，在哪下载？闲鱼有省钱神券，追剧听歌1块钱就能买会员，真的特划算。吃喝玩乐，我先推荐闲鱼，闲鱼真的太神奇了。不过爸爸，水哥哥这没有医师资格证，治病是冒着风险的。他有真才实学，你看看是不是要让他考个医生资格证，成为正规医生？千仞点点头，有道理。这件事情我让三叔去安排，希望小张能考上，成功拿到医生资格证吧。赵秀丽和父母、妹妹吃完饭，一起坐在沙发上，悠闲地看着电视。秀丽，你终于和那个窝囊废离婚了，要争取过年之前和赵公子把婚结了，咱家才有依仗，咱们家的公司与他的家族公司合作，才能转危为安。未来咱家的公司发展将不可限量。阮娟娟突然看向大女儿，笑容满面道。赵晓东点点头也笑道：是呀，秀丽，咱家公司能不能起死回生，就全靠你了。爸爸妈妈，你们放心，赵公子非常喜欢我，我想今年与他结婚不是问题。至于合作的事情，赵公子已经答应了，公司财务紧张的问题马上也会帮我们解决。赵秀丽非常自豪的道：这就好，这就好。阮娟娟笑逐颜开，随后又道：还是赵公子好，又是海归，又是赵氏集团董事长的小儿子。张汉水这个窝囊废和人家赵公子比起来，简直就是垃圾中的战斗机，没得救了。秀丽和他离婚是这辈子做的最对的事情。有传言未来赵氏集团董事长的接班人就是传给他这个小儿子的。据我所知，这赵公子吃喝嫖赌，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人渣，女人对于他来说如衣服，从不负责。亏得你们会往他头上贴金，还拿来和姐夫比，简直就是侮辱姐夫的名声，他配吗？听了父母的话，赵秀珠实在没忍住的吐槽道：而且姐姐，你不觉得自己是往火坑里跳吗？夫妇俩的脸色立即阴沉了下来。你个小丫头片子懂个屁，人家赵公子那叫本事，本事你懂吗？他张汉水有吗？哦，像你那个窝囊废姐夫，他自己没本事还怪别人。妈，你一口一个窝囊废的叫姐夫，怎么不想想自己？注意看，女人嫌弃丈夫没本事，背着丈夫出轨，小姨子见状为姐夫打抱不平。就算当年他是高考状元，人家赵公子随便一跺脚就能把你那个窝囊废姐夫秒得渣渣都不剩。你这个死丫头，别一天天的胳膊肘往外拐。你姐已经和这个窝囊废离婚了，你以后的姐夫不是他，而是赵公子，记住了。我就要叫他姐夫，在我的心中除了他没有第二个姐夫。赵晓东忍不住就给了小女儿一巴掌。真是没大没小，白养了你18年。既然相信一个外人，不相信自己的爸妈，张汉水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了，让你这样护着他？我就是护着他了，你有本事打死我啊！赵秀珠流着眼泪道。你……赵晓东又举起手，却是被阮娟娟挡住了。还他爸，现在说的是高兴的事情，别为了这个窝囊废闹不愉快。赵晓东这才放下了手，但脸色却是越发的阴沉起来。和赵秀丽坐在那里，面不改色，还带着嘲讽的微笑。姐，你就不给姐夫说句话吗？还有彤彤，难道你就一点不爱他吗？见姐姐一脸看好戏的坐在那里，赵秀珠实在是忍不住的问道。赵秀丽一呆，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现在的她为了抱住赵丽天这条大腿，不想因为父女俩惹得赵公子不高兴而不要她。姐，你真的喜欢赵公子？赵秀丽眼神躲闪，不敢与妹妹对视。赵秀珠捕捉到了姐姐脸上的微妙变化，继续追问道：既然不喜欢他，你到底是为了什么？为了钱，还是为了权？还是因为你太贱了，才会喜欢赵公子这种渣男？赵秀丽一巴掌打在了妹妹脸上，下手太重，直接打出了5指印来。是我贱怎么了？我要追求更好的生活，拥有更多的财富和权利，我有错吗？我不想和那个窝囊废平平淡淡的过完这一生。我有野心，我有抱负，有才能，我只差一个可以助我一臂之力的人，而那个人就是赵公子，而不是他张汉水，明白了吧？姐姐，你难道不知道人有多大的手就端多大的碗？别到时候不但没有实现你那伟大理想，还把自己和咱家的公司搭进去。作为亲姐妹，我是为了你好，现在收手还来得及。以前我是喜欢张汉水，对他充满了幻想，觉得只要自己能和他一起，就是每天吃糠咽菜，这辈子也知足了。但在与他结婚之后，他越来越偏离我的预想，觉得自己与他根本就不是一条道上的人。如今与他离婚，也算是为了他好吧。姐姐，我以前以你为荣，发誓长大以后也要像你一样。可是我没有想到，你竟然是这样的人。当初姐夫优秀，你就喜欢他，往他怀里蹭，得到他之后，新鲜感过去了，就将姐夫一脚踢开，连自己的亲生骨肉都不管不顾。你这样和渣女有啥区别？你再说一句，赵秀珠，别以为你是我亲妹妹。
妹，我就不会修理你。赵秀丽这下是真的生气了，这还用我说吗？你自己现在变成什么样了？赵秀珠也不是好惹的。终于，赵秀丽又一巴掌打在妹妹的脸上，赵秀珠也没有客气，一巴掌打在姐姐脸上。你敢打我？赵秀丽气急败坏，就上去撕扯妹妹的头发，赵秀珠也去撕扯姐姐身上的衣服。就这样，姐妹俩撕扯在了一起。你们干什么？阮娟娟见姐妹俩不但斗嘴，还扭打起来了，不得不上前拦着去。秀珠，你是要反了天了是吧？赵晓东大吼一声，就要起身去好好修理小女儿一顿。突然的一阵敲门声打断了一家人的吵闹。阮娟娟指了指小女儿，让他们不要出声，家丑不可外扬。阮娟娟和赵晓东是特别在乎自己的面子的，父女三人也没有多说，一起大眼瞪小眼，谁也不服谁的，在沙发上坐了下来。胖大姐，快进来坐。不坐了，家里还有事情要忙，我就是来问问你，你今天有没有看业主群聊？马大妈捡到2瓶好酒，价值100万。阮娟娟眨眨眼睛，赵晓东和赵秀珠的目光又转向了阮娟娟那边。是有2瓶酒，还有一些野菜蘑菇，他就一个窝浪费，能送得起什么好东西？阮娟娟依然数落道。赵秀丽有些无语，更多的是生气。妈，那你知道你丢掉的那2瓶酒是什么酒吗？我又不喝酒，我咋知道是什么酒？再说了，他能送得起什么好酒？无非是他的小饭店剩下的劣质酒而已。我不扔了，还怕你爸喝了对身体不好呢。赵晓东点点头，觉得妻子说的对。赵秀丽摇摇头，妈，你糊涂啊，那可不是一般的酒，而是茅台酒。茅台咋了？就算是茅台，也是假茅台，我就不相信这个窝浪费买得起真茅台。阮娟娟仍然一副不在乎的样子。赵晓东的脸色变得古怪起来。赵秀丽皱了皱眉头，妈呀，这可是几10万1瓶的茅台，我平常吃个炸鸡都舍不得。姐，咸鱼现在经常有省钱神券可以用，汉堡炸鸡9块9就可以买全套，咸鱼真的太神奇了。这窝浪费也就这点本事，除了吃软饭，简直一无是处。没等大女儿一句话说完，阮娟娟便幸灾乐祸笑了起来。妈，你能不能不打断我说话？我说的不是几千几万的意思，而是100万，每瓶的收藏价值都在50万以上。阮娟娟、赵晓东、赵秀珠都全惊呆了。秀丽啊，妈这心脏不好，你可别和妈妈开这种国际玩笑。那个窝浪费送2瓶酒就是价值100万，你问问这个小区的人，有人相信吗？是呀，秀丽，你这玩笑开得让人猝不及防，一点儿也不好笑。赵晓东说着还笑了起来，赵秀丽却是翻了一个大大的白眼道：妈，现在的情况是什么了？是全小区的人都相信了，要不信的话，你们自己看看业主群聊就知道了。夫妇俩一听，纷纷拿起手机进群查看。赵晓东盯着手机看了一会儿，越看脸色变得越难看。阮娟娟脸色阴晴不定，随之气成了猪肝色。那个窝浪费送的那2瓶酒，既然是50年代的，娟娟100万就这样被你扔掉了。据我所知，这种酒如果拿去拍卖，好像能卖几百万，50万1瓶，这卖便宜了。你既然当垃圾把它们扔了。他越说越激动，指责起了妻子来。老赵，这真的是50年代的茅台？那还有假？齐大爷是什么人？人家就是这方面的专家，专门收藏这个的，真是气死我了。这阮娟娟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秀丽，你给想办法，这2瓶酒能不能从马大妈那里要回来？赵秀珠听了父母的话，才明白是怎么回事。看他们还骂不骂姐夫是窝浪费，这回被狠狠地打了脸，也为姐夫感到高兴。只是姐夫的这种酒到底是从哪里得到的？不行，我得去问问。赵秀珠想着，就趁父母不备，偷偷溜出了家门。应该可以，不过可能有点难，但也不是没有办法。咱先礼后兵，如果马大妈愿意交出来，那就好。还有齐大爷，如果不愿意，那只有起诉他们了。赵秀丽冷笑，真没想到，男人去丈母娘家，礼物被无情扔出，可这被嫌弃的礼物竟价值100万。这消息很快传到丈母娘耳朵里，阮娟娟心里有些忐忑不安。难道胖大姐说的这件事情与自己家有关？还他妈怎么了？不知道。胖大姐让我看业主群聊，好像是发生了什么。赵秀丽听了母亲的话，拿起手机查看了一下业主群聊，马上就捕捉到了一个新鲜的话题，成为了群里今天的热点。你们知道吗？马大妈一夜之间成为100万富翁。真的假的？她不是天天和老伴去捡破烂吗？去哪里挣这么多钱？这是真的，马大妈捡到2瓶酒，2瓶酒值100万，那一定是什么了不得的酒吧？是的，2瓶50年代的茅台，是齐大爷收的，不信你们问问他老伴。原来是齐大爷啊，这就假不了了。齐大爷就是收藏酒的，在咱小区也算是这方面的专家。这阮娟娟太大方了吧，100万说扔就扔啊！我喝杯奶茶都要想想。咸鱼现在经常有省钱神券可以用，奶茶咖啡9块9就可以买2杯，咸鱼真的太神奇了。
这阮娟娟是真不差钱啊，2瓶价值100万的酒也扔。呵呵，100万？你觉得赵总的老婆阮娟娟舍得扔？他扣门扣到家了，只有一种可能，他都没打开袋子看里头是什么酒，就给扔了。而且阮娟娟根本就不懂酒，这样事情就一目了然。小张这个上门女婿，如今正处于人生低谷，开的饭店生意又不好。阮娟娟觉得他没出息呗，就以为女婿带回来的酒是不值钱的几块或10几块的劣质酒，反手就扔垃圾桶。正好小张出门时有遇到马大妈，马大妈了平时生活也困难，她对小张也比较好。小张一时动了恻隐之心，反正丈母娘把他带来的礼物扔了，也就做了一个顺水人情，直接送给了马大妈。大家看看我的分析对不对？但我有一事不明，小张不是混得不好吗？那他这2瓶50年代的茅台哪来的？还有就是100万的酒，他自己咋不卖？有没有一种可能，小张自己也不知道这2瓶酒的价值？小张知道的，因为事后马大妈第一时间给小张打电话，让他来了一趟他家，并当着齐大爷的面要把酒还给小张，结果被小张一口回绝了。小张不在乎的对齐大爷说：“齐大爷，东西我已经送给马大妈了，就由马大妈来做主。”原来他知道2瓶酒的价值，但是没有收回，这也太炸裂了。赵秀丽看完群聊，整个人都懵在那里。秀丽，群里发生了什么？阮娟娟追问道。妈，我问你，昨天那个窝浪费是不是带了2瓶酒来家里给爸爸喝？赵秀丽没有回答母亲。张汉水买了一些上好的渔具，1000斤西瓜，100斤香蕉，收入空间。戒指，带我去60年代那边吧。今天是他第1天当护林员的日子，一大早，林萍萍就带张汉水来到山上的一间小木屋前。水哥哥，这就是护林员住的小木屋，从今天开始，你就要在这里住下了。张汉水点点头，林萍萍随便交代了几句，就下了山去。小木屋不大，不想刚推开门，就有一道身影从门内窜了出来，是一个人影。是谁？张汉水回头看去，那身影已经消失不见，看来这里是很危险。张汉水走进木屋里面，小木屋很小，一张床，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出了小木屋，突然一道人影出现在不远处的一棵大树之下，正直视着自己。从身形来看，很像个10岁大的小女孩。就在这时，小女孩抱着东西一步步向他靠近，突然扑通一声跪在了他的面前。张汉水看着小女孩，百思不得其解。就在此时，他打开了手中布包，只见一个襁褓婴儿睡得正香。小姑娘，能告诉我发生了什么吗？你的父母呢？小女孩马上起身，就向右边的树林走去。她走了一会儿，又回过头，见他没跟上，也就没走，只是用一双水汪汪的眼睛望着他。张汉水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也不说话，但猜测他要带自己去什么地方，也就跟了上去。小女孩带着他来到不远处的一片林子里，一堆枯黄的树叶前，小女孩把手中的婴儿放到地上，就用双手扒开了树叶堆，吓了他一跳。一个身材修长的女人躺在里头一动不动，闭着双目。张汉水伸出手，对方已经没有任何的脉搏跳动，看样子刚死不久。他是谁？小女孩比划了几下，对方可能是哑巴。你娘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你知道吗？小女孩点点头，眼泪哗啦啦的往下流，又做了几个手势。张汉水这回知道了小女孩是什么意思，帮她把妈妈的尸体埋葬了，并跪在地上不停地给她叩头。张汉水把瘦弱的小女孩从地上扶起。放心，我会帮你把你娘的尸体入土为安，你稍等我去取工具来。张汉水根据尸检真实情况来看，这个妇人是刚生产不久的孕妇，由于饥饿、劳累加上偶染风寒，生命枯竭而病死的。不过他检查了一下，女婴还算健康，只是没了母亲的奶水喂养，估计会活饿死。随后张汉水取来了锄头、铲子，给女人找了个风水宝地，就把女人埋葬了。张汉水看着面前的一大一小，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你们现在可以回家吗？小女孩摇摇头。有亲人吗？女孩又摇摇头。你爸爸也死了吗？小女孩点点头，比划了几下，这下就难办了，没有父母了，也没有亲朋好友。张汉水摇摇头，扛起锄头就回小木屋去。小女孩犹豫了会儿，跟了上去。她刚回到小木屋，就传来了女婴的哭声。小女孩正立于门口，正努力地哄着怀中的妹妹，只是无论她怎么哄也哄不好，反倒是越哭越大声。你妹妹是饿了，要吃奶奶。小女孩听了不知所措，于是看向了张汉水。小妹妹，你别看我，我是男的没有奶，你要找那种生了孩子的宝妈去，他们才有奶水给你妹妹吃。扑通一声，小女孩跪在地上，又不停地给她叩上了头。张汉水赶紧把她从地上扶起。你对我叩头也没用，我又不产奶，你要找有奶的去。小女孩很倔强，又跪了下去，不停地叩头。张汉水把她扶起，她又跪下，说什么她都不听，实在没法子。好了，你别再跪了，我帮你想想办法好不好？小女孩忙点点头，为求心安，只能勉为其难的帮姐妹俩了。虽然我没有奶，但我倒是可以给你妹妹找母乳喝，你们等一下。小女孩感激的点点头。张汉水寻思了一下，就向山下走去。汉水，你不是刚上山去了，怎么又回来了？林大山和村民们在地里除草。山叔进一步说话。你说。林大山靠近的问道。张汉水凑到了林大山耳边。山叔，是这样的，
林大山也是微微皱眉头，这也太惨了，这件事情有点麻烦，奶不是问题，才10岁和一个刚出生的女婴，怕是不好养。这个我知道，但谁叫我碰上了？现在是骑虎难下。也是，总不可能看着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刚死了母亲，又要被活活饿死。林大山也是不忍心不管。别担心，村子里正好有人生了孩子，就在地里干着活，我马上叫他来。林大山摇摇头，走进了庄稼地里。不一会儿，就有一个女人向他走来。这个女人也就17、18岁，背上还背着一个刚刚满月不久的男婴。就是你要奶水吗？不是，是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女婴要奶水喝。张汗水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差点让对方误会了。孩子抱来了吗？没有，但我带了这个。张汗水说着就取出了一个2.5升的可乐瓶，比划了几下。你可以帮我把那个挤在这里面吗？女人目瞪口呆，在地里干活的众人见了她拿这么大可乐瓶用来装奶水，都忍不住笑出了声来。张汗水那是一个尴尬，忙转过身去。你把我当奶牛了吗？这年头吃都吃不饱，我哪有那么多的奶水？女人也是尴尬，转身就往家的方向走。张汗水只得硬着头皮跟上去。下次还是从那边给他买几包奶粉来喂吧。突然他发现女人走起路来有些不利索。大约个把小时以后，女人终于是出来了，不过只有半可乐瓶，有3斤左右的奶水。你的瓶子太大，没装满。女人一脸幽怨地看着他道。张汗水一时目瞪口呆，在原地忙接过。不少了，谢谢。如果没有什么事情，我就要继续下地干活挣工分，你也快回去吧。张汗水马上叫住了他。等一下。女人有些警惕起来。别误会，我只是略懂医术，刚才见你走路有些不利索，是不是左腿扭伤了？我经历了什么你不知道吗？张汗水，你就是一个窝囊废，你说你能给我什么？没车没房没存款，也没一份稳定的工作，开个破饭店还亏本，怪我当初瞎了眼，才会上了你的当，喜欢上你。好在我还年轻，我才26岁，现在后悔还来得及。既然你给不了我幸福，那我只能找一个能给我想要的。张汗水，从今以后你我不会再有任何的瓜葛。马大妈、马大爷、齐大爷和马冬美听了赵秀丽的话，都不禁摇摇头，为张汗水抱不平。估计是那个男的做了什么对不起这个女人的事情，他才会这样对她吧。病了就应该去医院接受治疗，大半夜的干嘛跑出来扰民？这个男人还算理智，要是我早就上去给那个女的一巴掌了。什么玩意儿？围观的众人议论纷纷。赵秀丽，既然要和我划清界限，那你又跑来找我干什么？我可没去请你来，也没逼迫你吧？这一句话气得赵秀丽说不出话来。还有阮阿姨，那2瓶酒我是送给你们的，但你不要，还嫌弃的扔进垃圾桶里面，那怪谁？我把它给马大妈，那是我的自由和权利，不服可以去告我。如果法律能判给你们，我无话可说。但在这之前，请你们别扰乱治安，大晚上的影响街坊邻居休息，那就是你们的不对了。要是实在不行，我们一起打110，去局子里慢慢聊吧。众人破防一阵哄堂大笑。姥姥、姥爷、妈妈，你们别骂爸爸了好不好？爸爸对彤彤很好的，你们别欺负爸爸了。爸爸不开心，彤彤也不会开心的。众人听着彤彤奶声奶气维护爸爸的话语，不少人红了眼眶。这小姑娘真懂事，可惜遇到一个这样的吗？可不是，只是懂事的让人可怜。众人对于彤彤维护爸爸看了是极羡慕又心疼。养不熟的小白眼狼，跟他那窝囊废爸爸一个德行。阮娟娟没好气道。张汗水，你给我等着，我们不会就这么善罢甘休的，咱走着瞧。张汗水，你好自为之，你无情就别怪我无意。赵秀丽放下狠话，就头也不回的走了。姥姥、姥爷、妈妈，你们别走，别丢下彤彤好吗？姥姥、姥爷、妈妈、妈妈。彤彤见他们要走，马上追了上去，哭喊着。只是赵秀丽连头都没有回一个，就发动车子而去。妈妈、妈妈、妈妈，你别走，你等等彤彤。小家伙一边哭喊着，一边追在车后面，但是车子并没有任何的停顿，而是飞快的驶离。彤彤因跑得太急，一个脚下不稳，摔倒在地，哭得撕心裂肺。张汗水和赵秀珠快步的追上去，把彤彤紧紧抱在怀里。姐夫，对不起，是我没看住彤彤。赵秀珠也哭出声道：秀珠，这不怪你，真是个可怜的娃儿。散了吧。众人也是见不得这种场景，红着眼眶纷纷散去。随后马大妈要把那100万卖酒的钱还给他，只是他没有收回的打算。见张汗水不收，他们只能作罢，就回家休息了。等彤彤熟睡后，张汗水也打算去60年代那边带上。男人在借奶水时，无意中发现奶妈患有腿疾。你的腿伤得不轻，腿腕处应该肿起来了，每到晚上躺下睡觉后就会很疼吧？女人目瞪口呆，忙点点头。是我前天干活的时候不小心脚打滑，扭到了大腿，为了不耽误挣工分，也就没有休息，腿腕处越肿越大，晚上也更疼，不会出啥事吧？女人有些担心起来。伤筋动骨100天，有伤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你不休息也不治疗，还去干体力活，照这种情况下去，可能就会加重病情。你这种比较严重的，长期下去可能会造成组织、神经坏死等，可能留下终身残疾，甚至你的整条腿都保不住。张汗水虽然说的有些夸大其词，但也是实话实说。女人听到这里，
是真的慌了。对于张翰水的医术，他也是知道的。上次林大山被白眉妇咬到，就是他解的毒。张医生，救救我！你能治好我，对不对？突然，雨人激动起来。那个，我不是医生，只是懂点医术而已，直接叫我名字就行。妹子，你也不用担心，我说的是以后，现在治的早就没事的。那你快帮我治！雨人仿佛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那个大妹子，只要扎几针就行了。雨人不解地看着他。张翰水觉得他是误会什么了，忙取出银针给他看，雨人这才放心下来。那现在就给我治。没问题，你要躺下把裤子脱了，不然无法下针。雨人犹豫了下，虽然结过婚，该看的都看了，还是觉得不好意思，但为了腿部残废，来吧，水哥。张翰水马上给他检查了一下，肿得非常大，还带有乌青之色。等一下，水哥，扎针疼吗？有一点，就像蚂蚁咬了一口一样。雨人点点头，半信半疑。张翰水一下扎了9针，一阵阵暖流游走于他的伤痛处，让他变得舒服起来。他的腿根处的肿大和乌青之色已经消失不见。雨人惊得目瞪口呆。基本上好了，你现在可以下床走走试试。雨人笑逐颜开的起身下床，在房间里面来回走动，腿上真的不疼了。水哥哥，您真是我的救星啊！我该怎么感谢你呢？有这个就够了。张翰水扬了扬手中的可乐瓶子，雨人不好意思的点点头。谢谢水哥，下次你的孩子还要奶水的话，尽管来找我，不管几次都行。张翰水也是服了这个女人的脑回路，这要是传出去，以后自己还咋讨媳妇？下次再说吧。张翰水忙从包里取出了2个猪肉馅包子，交到他的手中，补一补才有更多奶水。他眼前一亮，不行，水哥，你帮我治好了腿伤，还给我肉包子吃，我这不是占尽你的便宜？其实自己早就饿了。我是为了孩子着想，你不吃奶水就少，奶水少孩子的口粮就少，所以给你吃就等于给孩子吃。雨人一时没反应过来，但想想还真是这么回事。从他手中拿过2个大包子，转过头去就开始大快朵颐起来。张翰水也不多说，就转身默默地离开了，忍不住喜极而泣。水哥，谢谢你的大肉包子。张翰水急忙赶回小木屋，哑女抱着还在哭泣的妹妹，快步上前。婴儿这样喝奶可是会呛到的。寻思了下，走进小木屋内，关上了门。哑女一脸懵逼，焦急地在门外等着。张翰水马上穿越那边的饭店，把奶水倒入了彤彤之前用的奶瓶，剩下的奶水存入戒指空间里。门打开，张翰水就把奶瓶伸到了哑女的面前，让她眼前一亮。你喂她吧，我出去一趟。张翰水说着，就向林中而去。走了一会儿，来到了一片宽阔的树林里面，他看到不少的野兽。张翰水潜伏了一会儿，瞄准一只野山羊开枪，打是打着了，只是没打到要害，山羊还是跑了。张翰水追了一阵子，可能是山羊伤了内脏，失血过多，加上激烈运动让伤口疼痛加重，而一头倒在不远处的草丛里面。他慢慢靠近，山羊还有气在，补了一枪，收入戒指空间里面，就原路返回。不一会儿，哑女就看着他扛着一头山羊回来。中午打算做烤全羊，先刷上料腌制一下，马上支起一个烤架，生起火。哑女已经给妹妹喂好了奶，小家伙吃饱之后果然就不哭了，已经睡了过去。不一会儿，烤羊肉的油烟味就在空气中散发开来，这让一边蹲着的哑女更加的饥饿。张翰水打了一个响指 ，OK， 马上割了一条羊后腿扔给了小女孩，又给她一瓶冰镇橙汁。没多久，一只烤羊腿就被他砍了一个精光，又向张翰水那边瞄了一眼，见他没注意自己，他才壮着胆子拿起了那瓶水，手一碰，立马吓了他一跳，是冰的。哑女打开瓶盖子闻了闻，马上一股香味扑鼻而来，并张开小口品尝了一口，让他灵动的双眼眯成了一条缝，不知不觉的就把他喝得见了瓶底，一滴不剩。再看向男人时，他的眼里多了一丝感激。男人穿越到60年代，当了一名护林员，不仅能打到兔子，还采了一些紫灵芝。这天正走着走着，突然听见一声咆哮声，仔细一听，是老虎愤怒咆哮发出的吼声。男人连忙上前，就看见2只老虎在打架。显然那只母虎不是公虎的对手，在力量的悬殊下，母虎还是被公虎按在地上咬死了。就在张翰水以为战斗结束时，从一边的树丛里跑出了3只幼崽虎。公虎突然一个箭步上前，就咬住了一只幼虎的脖子，一下就给咬死了。见状，张翰水连忙端起长枪，枪响过后，公虎就倒了下去。张翰水上前补了一枪，确认公虎已经死了，这才敢靠近，马上将地上的3具虎尸收入戒指空间里面。一场大战过后，只留下2只幼虎，奶都没断，在梅虎妈的保护下，要想活下去是不可能的。张翰水伸手摸了摸他们的虎头，无奈的起身准备离去，毕竟老虎这玩意可不是他能养的。哪料2只幼虎竟然追了上来，跑到他的脚下，用头蹭着他，撒起了娇来。张翰水摇摇头，算了，就算是为自己积德行善吧。抱了起来，就往小木屋而去。虎帅虎美，这就是你们以后的名字了。回到小木屋，天还未黑，张翰水把虎兄虎妹放在门口，让他们自己玩耍一会儿。但是没见到哑女的身影，他在屋前屋后找了一圈，也没见到姐妹俩的身影。不过他马上发现一个细节，那就是小木屋的里里外外被打扫了个干干净净，这说明哑巴妹妹还是挺能干的。干饭人，人饭魂，见饭不干不是人。
张汉水一边准备晚餐食材，一边唱起了干饭人之歌。远处传来一阵脚步声，抬头看去，原来是哑巴妹妹回来了，背后还背着一个背篓。查看了一下，都是些野菜野果类的。更重要的是，还有一只大约10年的人参。哑女，这是你自己下午采摘的吗？哑女点点头。给我的。哑女又点点头。为什么？哑女用双手比划了几下。张汉水大概的明白了他的意思。因为我给了你和妹妹食物，你采这些来感谢我的。哑女点点头。不得不说，这小女孩怪自觉的。就在这时，哑女把妹妹放到了她的怀里，从门口提着2个小木桶跑开了去。张汉水知道她要去帮忙打水，张汉水便开始准备起晚餐来。不一会儿，小鸡炖蘑菇、爆炒兔肉、麻辣兔头就做好了。哑女连忙偷偷咽了几口唾液。张汉水夹了块鸡肉放到了她的碗里。小女孩望着这块鸡肉，抬眼看了看她，眼神开始湿润起来。哑女吃着这块鸡肉，微微低下了头，只见眼角有2行泪水流了下来。晚饭过后，张汉水走向了木屋的一角，角落的2只幼虎安静的睡着，一个人类幼崽，2只虎宝宝。去村子里借母乳是不可能的。再说了，幼虎的食量很大，只能回到饭店那边去买奶粉了。趁着他们熟睡时，想回饭店那边看看。戒指，快带我回去吧。下一刻，张汉水就回到了饭店这边，吃好早饭，送彤彤去幼儿园，赵秀珠则留店里看店。就在这时，接到千真真的电话，叫他去一下景色华庭。水哥哥，这位是三叔，三爷爷，这位就是我说的水哥哥，他叫张汉水。水哥哥，是这样的，你有医术，但没有行医资格证，所以我和爸爸商量了一下，打算让三叔带你去见个人，去考个医师资格证，以后你行医就是合法的了。张汉水恍然大悟，没想到这千真真对自己还挺有心的。张汉水跟着三叔来到安氏医馆。三爷爷，您怎么来了？小蕊，你爷爷在吗？三叔笑问道。出差了，不过已经在回来的路上，大约半小时后回来。张先生，你等一会儿，我有事就先走了。三叔说完就转身去，自己要见的应该就是这位小护士的爷爷了。医馆内，一个青年加上小护士，还有3个病人。就在这时，青年医师倒在地上，吓了众人一跳。张汉水不禁眉头微微一皱。哥，你别吓我哥！急得少女团团转。如果安老爷子在，一定能看出安医生是得了什么病。青年病人点点头。安蕊医生，你爷爷出差啥时候回来？要不打120送医院吧，别耽误了病情。安蕊拿起手机，正要打电话给爷爷。就在此时，一位老者走了进来。爷爷，你终于回来了。哥哥他晕倒了，您快看看他咋了？安云吓了一跳，忙上前查找病因。不好！咋了爷爷？安蕊害怕起来。3个病人也是目瞪口呆。你哥是不是被动物抓伤或咬伤过？没打疫苗？安蕊突然脸色一变，是被狗抓伤过？难道是狂犬病？不但是狂犬病，而且是麻痹期，就算是我出手，也已经是。我当时还提醒哥哥去打狂犬疫苗的，难道是他忘记了？尽管这样，安云还是取出银针，开始施针抢救。小护士已经哭成了一个小泪人儿。那个，您就是他的爷爷吗？你又是谁？爷爷，他就是三叔带来见您的人，叫张汉水。你的事等一下再说。安云说着，就要把银针扎向孙子的头部。等一下！张汉水一把拉住了老爷子，老爷子怒道：“你要干什么？没看到人命关天吗？”张汉水却是一脸淡定。安老，这个病一旦进入麻痹期，你我都知道你孙子会发生什么。你不是也说了，以自己的医术对这病情也回天乏术吗？不如让我试试。安云沉默了起来。我为什么要相信你？张汉水一笑，因为连您也治不好，所以您没得选。而且您应该知道，病人每耽误1秒钟，就有可能错失1秒钟的治疗时间。再一点，这件事情吃力又不讨好，我骗你有啥好处？安云咬咬牙，好，不过你也不要有心理负担，毕竟这病已经回天乏术，就算没治好，我也不会追究你的责任的。这老头还是挺深明大义的。张汉水马上取针消毒，开始针灸治疗。不到1分钟，就在安浩的头上、双手、双脚、胸口施了9981。施完针，张汉水松了一口气，取出纸笔，在上面写了个药方。抓药，马上见佛。交到了小护士的手里，看了看爷爷那边，安云点点头，他马上忙去了。怎么没反应？3个病人直直盯着躺在地上的安浩。安浩突然张口大叫一声，直接坐了起来，吓了几人一跳。爷爷，我咋了？您啥时候回来的？我什么时候睡着的？安云一下惊喜起来。好了，真的好了，太好了。3个病人也是惊得目瞪口呆。张先生，你真是小号的救命恩人呀！老爷子，叫我小张或汉水就好。汉水，我该怎么感谢你呢？老先生不必客气，我想是您的话，遇到这种情况也不会见死不救吧？安云点点头。汉水，关于医师资格证的事，三叔已经和我打过招呼，只要你有真才实学，拿到行医资格证也不是问题。张汉水点点头。安蕊小心翼翼地
端着药汤上前。爷爷，药煎好了，哥，你醒了。他震惊到了。安云把目光转向了张汗水。汗水，药汤现在就喝下吗？是的，把药汤喝下，再服用一个疗程我开的这个药方的药汤，安医生就能痊愈。然后在安云的引荐之下，他参加了行医资格证的考试，并获得了第1的成绩，成为有证的医师。汗水，行医资格证书你已经拿到了，接下来有什么打算？要不要来我的医馆当医师？工资好说，只要你肯来。张汗水寻思了一下，我事情比较多，还开了饭店，可能没时间天天在你的医馆内，所以还是算了。安云一脸的可惜之色。那要不然这样，如果有我解决不了的疑难杂症，能不能偶尔叫你来帮帮忙？就算是个挂名医师，如何？这倒不是不可以。安云大喜，出了安氏医馆，张汗水来到母婴超市，买了100包奶粉、10包尿不湿，还帮哑女的妹妹买了几套里里外外的婴幼儿衣服、裤子以及鞋袜，这才出了门。就在这时，他的手机连收到好几条信息，点开看了一下，是上次在丁麻子古董店里花了50万买走他1张黑10元的那位少女。他的爷爷约他去古香大酒店。你绝对不敢信，男人一天竟赚6000万。这天古清燕的爷爷约张汗水见面，古清燕是在丁麻子店里花50万买他1张黑10元的女孩。爷爷，他叫张汗水，那张黑10元我就是从他手上买下的。张先生，这是我爷爷古三三。你好，古先生。古三三点点头，上下打量着他，又看了彤彤一眼。你女儿是挺可爱的，谢谢爷爷夸赞。没想到彤彤奶声奶气的回了句，让老人家很是受用。好，燕子，快给小姑娘转10万块钱过去，给她买糖吃。古三三笑着对孙女道。古清燕拿出手机，10万元已到账。那个无功不受禄，您给彤彤买糖吃的，你别退回来，否则就是看不起我。谢谢爷爷，爷爷真好。惹得古三三哈哈大笑了起来。张汗水看了看小老头，又看了看彤彤。那我就带彤彤收下，给彤彤存着以后买糖吃。一桌子的菜，山珍海味都有。彤彤眼前一亮，爸爸，好多好吃的，这都是爷爷请的。谢谢爷爷。彤彤真乖，来彤彤，还有汗水，吃菜，咱边吃边聊。汗水，上次燕子从你那里收的货，我是非常满意的。古三三终于是说到了主题。张汗水点点头，如果你还有的话，只要有80新以上，每张50万，我全收了，如何？拿是可以拿得出，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财力。古三三不但没有生气，反而笑道：你放心，既然我敢要，就没有出不起的事情，关键看你有多少，能不能满足我的需求。张汗水伸出了一根手指，1张。三三大跌眼镜，他摇摇头，老爷子眼前一亮，不是1张，那就是10张了。谁知他又摇摇头，这下子老爷子完全不淡定了。100张。古三三还是忍不住问道。张汗水点点头，没错，您猜对了。爷孙俩震惊，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东西就在车上，不信我去拿。张汗水去了车里面，假装是从车里面取东西，实则偷偷从空间里面把东西拿出来。张汗水直接取出了一个袋子，放到桌子上。古三三马上打开了袋子，就看到里面有叠厚厚的钞票，马上目瞪口呆，一张一张的数，正好100张。接着用扩大镜，一张一张的仔细查看，非常严肃。张汗水也不吭声。半个时辰后，古三三放下扩大镜，满脸的笑容。是真的，那我50万1张买下了。汗水，你没啥意见吧？没有。燕子，打钱。好的，爷爷。古清燕拿起手机操作起来，5000万元已到账。这挣钱快的，让他的心脏扑通扑通的直跳个不停。一夜之间，他就成了千万富翁了。我这里还有一物，不知道您感不感兴趣？他神神秘秘的样子，让古三三以为他还有更值钱的古物件。要啊，只要你有，我就买得起。不过不是古董。不是古董，那是什么？人参。听到是人参，古三三兴趣不大。汗水，你还经营药材生意？张汗水只得摇摇头。不是，这人参不是我收的，我也不是要上，只是山上挖的野人参。张汗水取出一个盒子，放到了桌子上。您先打开看看，要不要再说？古三三点点头，伸手打开一看，他的脸上立即露出震惊的表情，然后仔细查看了一下，非常满意的点点头。是一只不可多得的百年人参，这年头要找到百年人参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古清燕也是震惊。汗水，这一只1000万卖给我如何？张汗水本想能卖个500万就行。既然您要的话，我就卖给您好了。好，太好了。古三三还怕他不愿意卖，见他答应，马上喜笑颜开来。燕子，再给你水哥赚1000万过去。1000万元已到账。张汗水今天直接赚了6000万，又聊一会就带着彤彤离开了。张汗水今天开心，想着带着女儿小姨子出去转转，来到商场给2人选了几套新衣服。
光小姨子的衣服就价值100。谁都没想到，一个连自己都养不起的软饭男，如今价值100万的茅台随便送小姨子衣服也是100多万。这天张汉水带着2人逛完之后，就把小姨子送回住处。你这混丫头还知道回来？阮娟娟没好气的冷声道。赵晓东也是冷冷瞥了小女儿一眼。臭丫头，你昨天晚上是不是去你那个窝囊废姐夫那里过夜？阮娟娟质问道。我去看彤彤了，她是我的外甥女，小姨看外甥女有问题吗？听了此话，赵晓东的脸色更加阴沉起来。这是你买的？阮娟娟看着小女儿放在地上的大包小包的问道。不是，是姐夫今天晚上带我去店里面买的。阮娟娟一听是她买的，马上不屑起来，手还是下意识打开了袋子，从里头取出了一件米黄色的裙子，看了看标签上的价格，18万吧，这件连衣裙要18万吧。她整个人都不淡定了。10万、20万、100万，又从袋子里找到的发票，一起消费总共是整整100万。阮娟娟越想越不对劲，难道女儿偷偷交往了什么富家公子哥？秀珠，这是谁给你买的？阮娟娟带着一副讨好之色。姐夫。赵秀丽脸色一变，赵晓东也忙看向了女儿。姐夫张汉水。阮娟娟马上摇摇头。秀珠说的姐夫是赵立天吧？秀珠，赵公子就是赵公子，出手就是大方，比起你那个前姐夫窝浪费强了不知多少倍。不得不说，立天就是会做人，那个窝浪费和人家完全没可比性。赵秀丽听了父母的话，也是笑容满面。秀珠，你是在哪遇到赵公子的？啥赵公子？我为啥要遇到他？我与他有半毛钱关系？赵秀珠也是无语了。没遇到赵公子，那这些衣服谁给你买的？难道是他派人买好再送给了你？赵晓东和赵秀丽也是不解，一起把目光投向了小女儿。爸爸妈妈，姐，是你们太天真了。我说的姐夫可不是那个什么赵公子，而是我永远只认一个姐夫，他就是张汉水，是他给我买的，有问题吗？秀珠，别和妈开这种玩笑，妈心脏不好。阮娟娟一脸的不相信，赵晓东也是笑着摇摇头。要是那窝浪费能拿出100万，我把自己的翔全吃了。赵秀丽却是皱了皱眉头。爸妈，你们别忘记了，他之前送给马大妈的那2瓶酒，可是值100万的。夫妻俩一听，脸色立即难看起来。秀珠，难道真是他买的？我就想知道，他那2瓶50年的茅台是从哪来的？赵晓东疑惑道。会不会是祖传的？最近才拿出来，而且不止那2瓶。他现在拿出来显摆，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恶心我们来的。赵晓东点点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太吃亏，不应该给他签什么离婚夫妻共同财产互不干涉，这样子我们还可以向他追回这些。阮娟娟也是一脸懊悔之色。其实姐夫不只是给我买了这100万的衣服，还买了车子。一家人再次震惊。买车子？什么车子？我咋不知道？玛莎拉蒂，我查了一下，姐夫这辆价值300万。赵秀丽这才想起离婚那天见到张汉水开着一辆红色玛莎拉蒂，当时以为他是借的或租的，没想到是他买的。赵秀丽气不打一处来。为啥这个窝浪费与自己离婚之后就有50年的茅台，开上几百万的玛莎拉蒂，还给妹妹买了100万的衣服，也不给我一点儿？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300万，我自己开的只是几十万的宝马而已，秀丽开的也只是18万的桑塔纳，她倒好，已经开上了300万的玛莎拉蒂。赵秀丽的脸色却变得越发阴霾起来，觉得自己可能被他耍了。为啥婚内他装穷，离婚之后什么都有了？好，张汉水，你敢耍我，那就别怪我赵秀丽不念与你的夫妻之情。赵秀丽终于忍不住的叫。张汉水来到一家五金店，买了老虎钳、钉子、斧头、柴刀、水管等等收入空间。戒指，快带我去1960那边吧。下一刻，张汉水就回到了60年代那边的小木屋。今天他打算把小木屋修一修，住起来舒服一点，也是为了更安全。从戒指空间里面取出在网上买的28大杠，就向山下骑去。下山主要是去李寡妇家借点木匠活的工具。大姐，我山上的小木屋很久没修理，刮风下雨的住的不安全，我想修一修，但没有木匠工具，不知道你家的还在不在？李寡妇点点头，叫上大枣、小枣，就从屋里把一套木匠工具搬了出来。水哥，你要的话就拿去，反正海他爹已经不在，留着也是生锈，不如给你用。谢谢。张汉水也没矫情，就收了下来，放在后座上回山上去。回到小木屋就开始忙碌起来，墙体加厚，窗户也弄了可以开关的，以免野兽从窗户里进入。屋顶也翻新了一下，避免下雨天漏水。木料就地取材就行，整整用了1个月的时间才把木屋扩建好，加了个院子可以养养鸡呀，又从山泉水引个水管下来，门口又装了个太阳能电灯。张汉水看着这1个月的成果，甚是满意。这天张汉水又要去山中寻宝，一路上人参没有找到，倒是发现了不少别的野生药材，灵芝、当归、黄芪、党参等等。他自己又懂医术，用这些药材治病救人不是问题。大约下午3点半钟，张汉水闯入了一片比较大的林子里面，在这片深山老林里面找到了第1株人参，挖了之后把种子种上，又去找下一株。
这片林子应该是没有被挖残人踏足，每走几步就找到1、2株人参，个把时辰他就找到10来株，但都是一些10年左右的。走着走着，突然看到一株粗壮的枝叶，张汉水笑着上前查看，是50年的一株人参。今天这也算是最大的收获。又找了一圈，没有找到大的，看看天色不早，也就收工了。刚好回到小木屋，哑女抱着妹妹正在院门口张望着，见她回来，马上迎了上去。院子里的卫生打扫得干干净净，张汉水看在眼里，不得不说，哑女很勤快，也懂事的让人心疼。张汉水坐在院中的木椅上，哑女马上给他倒了一杯凉茶叶水。谢谢。张汉水接过，一口饮尽。和哑女相处了快1个月，也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你叫什么名字？哑女听了，马上比划起来。没什么。哑女摇摇头，继续比划。子什么？哑女再次摇头，继续比划。梅子。哑女这次终于是点点头，露出了笑容。那以后我就叫你梅子好不好？哑女赶紧点点头。那你妹妹叫什么？她指了指一边的2只小老虎。虎什么？哑女又连连比划。虎妞。她赶紧点点头。这是你娘生前取的吧？哑女又点点头。你认字吗？如果认字的话，和她沟通起来就方便得多。哑女摇摇头。那你想学认字吗？哑女没有摇头，也没有点头。对于她来说，学习是什么，她也是懵懵懂懂的不太清楚。张汉水没有多问，而是取出了纸笔，写了2个字，放到了她的面前。认识这2个字吗？哑女摇摇头。名字，这就是你的名字，梅子。哑女恍然大悟，眼中有些好奇。晚上她打算和哑女弄火锅吃，马上把火锅底料准备好，调制汤料，准备好的火锅食材。不一会儿，锅里的汤料就开始沸腾起来，用的是鸳鸯锅，一边辣一边不辣。取出冰镇啤酒与饮料，梅子开吃。2人就大快朵颐起来。晚上，张汉水就开始教哑女认字、算术、拼音等，算是先让她掌握一点知识。睡觉之前，他又把2只幼虎的奶水给喂了，只有吃饱了，他们晚上才不会闹。看着小虎，心里却想着彤彤，打算趁哑女熟睡后回饭店那边。